利伯特公主是先皇最宠爱的女儿，她曾随父皇一同击退叛军，并深度参与帝国的政治事务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深受大臣们的信任，因此当先皇驾崩时，所有人都坚信利伯特将成为下一任统治者。然而，首相和一群贵族反对他登基，他们在幕后暗中运作，企图将利伯特年幼无知的弟弟推上王位。奥德里天生体弱多病，这使他成为了首相眼中最完美的傀儡人选。首相最终成功扶持奥德里登基，随后他以遵从先皇遗愿并祝愿公主幸福为借口，建议奥德里将利伯特远嫁给帝国最北端的诺德公爵。奥德里虽然只是个傀儡，但利伯特依然无法违抗皇帝的旨意。面对这一局面，利伯特向公爵提出了2个条件：第一，我们要取消婚礼仪式；第二，等你的报告一结束，我们就立刻出发。你觉得可以接受吗？尤拉哈注视着他问道：你真的打算在没有婚礼的情况下离开吗？利伯特回应道：是的，虽然这可能会带来负担，但我希望能尽快动身。我知道你的领地和我的嫁妆都需要时间准备，但你能满足一位任性公主的自私要求吗？尤拉哈有些慌乱地摆着手说道：是的，当然，我绝不会反对。既然如此，我会尽快做好准备，以便我们能迅速出发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……他简直像变了个人，我原以为他是个冷漠寡言的人。利伯特轻笑一声说道：这场突如其来的婚约一定让你受惊了。公爵感谢你的体谅，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。在华丽的寝宫内，女仆正焦急地整理着堆满房间的行李。我们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，去北方需要5天时间，难道我们不该请求公爵推迟出发吗？利伯特坐在床边，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精致的宝盒。我很抱歉，但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你能理解的对吧？幸好我已经烧掉了绝大部分不能让首相看到的公文，现在该拿这个怎么办？我该怎么把它带走？罗斯玛丽停下手里的活，这盒子看起来真气派。利伯特抚摸着盒身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换成现金当然最好，但现在已经没时间了，而且把礼物卖掉总觉得不太对劲。这是我父母留下的纪念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它带走。我已经给尤拉哈公爵添了不少麻烦，这个盒子甚至可以作为嫁妆的替代品。罗斯玛丽拖着下巴思考片刻，既然这样，最好把整个盒子都带上。如果反复拆装，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损坏，不如我们把整个盒子都托付给尤拉哈公爵。利伯特惊讶地重复道：托付给公爵？既然我们要去北方，那应该是最安全的方式。利伯特陷入了沉思，虽然我必须仔细考虑什么时候把它交给他。他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，看向罗斯玛丽：谢谢你，罗斯玛丽，很高兴能和你商量这些。第二天，皇宫门前停满了沉重的马车。陛下，我非常感激您的心意，但是前往北方的旅途十分遥远，我们无法携带如此沉重的负荷。奥德里坐在高位上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但是姐姐，利伯特站在尤拉哈身边，他看起来怎么这么消沉？难道他是在期待我的夸奖吗？真是让人尴尬，尤其是在尤拉哈公爵面前，带着这么多行李和随从，至少要花3个月才能到达诺德，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。而他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这实在令人担忧。他看着坐在王座上的弟弟，心中涌起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本该多教他一些处理这些事物的方法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。利伯特收起思绪，我由衷感谢陛下的体贴周到。利伯特在奥德里面前缓缓跪下，他低垂着头说道：我深切的希望能带走您赐予我的每一件礼物，但通往北方的道路实在太遥远，也太艰辛了。要安顿这么多随行人员和马匹的食宿并不容易，还要确保大家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。如陛下所知，带领如此庞大的队伍极度困难，恐怕我目前还无法胜任这项任务，恳请陛下的理解与宽恕。奥德里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。利伯特抬起头，语气柔和地提议道：如果陛下仍想送我一些东西，能否请您给我一件可以随身携带的小物件，这样无论我身在何处，都能时刻铭记您作为弟弟对我的关爱。对我来说那样就足够了。奥德里垂下眼帘，伸手触碰着胸前的饰品说道：既然如此，请收下这个吧。利伯特看着奥德里递过来的东西，这是奥德里的胸针，是母亲在他1周岁生日时亲手为他制作的。他垂下眼帘，低声说道：很抱歉，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东西。利伯特握紧手中的胸针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他闭上眼，平复了一下呼吸，随后郑重地将其别在自己的胸前。既然收到了陛下最珍贵的礼物，我也应当回赠我最珍贵的东西。他抬起手，解开了束缚着长发的发饰，任由如瀑布般的黑色卷发散落在肩头。利伯特站起身，走进奥德里，将手中的发饰轻轻别在奥德里的衣襟上。姐姐，利伯特温柔地注视着他说道：我保证会永远贴身佩戴这枚胸针，时刻感念陛下的恩德，所以请千万不要忘记，我的心始终与您同在。奥德里眼眶微红，姐姐，在走之前我能再抱你一次吗？利伯特轻抚着他的后背，虽然个子长高了这么多，但终究还只是个孩子。我会给你写信的，奥德里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一边。宏大的号角声在皇宫上空回荡。公爵大人，所有行李都已经检查完毕了，时间刚刚好。怎么了？既然时间紧迫，把所有东西重新装回马车上。利伯特脸上浮现出一抹胜利的微笑。我已经得到了陛下的许可，要把这些全部带走。一名官员面露蓝色的攥紧手帕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但是首相大人他……利伯特眼神冰冷地打断了他。怎么了？你是想说首相的话比皇帝的旨意更有分量吗？那名官员吓得浑身一颤，冷汗直流。不，当然不是。
马蹄声在林间小道上回响，沉重的马车队缓缓穿过茂密的丛林，夕阳将树影拉得很长。一名侍卫骑马靠近车窗，恭敬地禀报道：“公主殿下，尤拉哈公爵传话过来，由于今天无法赶到下个村庄，我们将在此地扎营露宿。”知道了。营地很快搭建完毕，几顶帐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林间空地，篝火升腾而起，随从们正忙碌地准备着晚餐和守夜的工作。侍女弯下腰，从隐蔽的角落里拖出那个沉甸甸的木盒。夜色渐深，深夜的营地被篝火映照得忽明忽暗。利伯特披着深紫色的斗篷，悄无声息地从帐篷的缝隙中钻了出来。在主帐篷内，一名年轻的骑士忧心忡忡地问道：“队长，我们真的要这样一路扎营居诺德吗？照这个速度，恐怕要花上3个多月才能到。”另一名骑士靠在椅背上，这样扎营确实有很多局限性，也许你应该去谈谈这件事。尤拉哈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这是命令，我们的职责就是服从。如果你有任何不满，稍后直接去跟他们说清楚。”利伯特躲在帐篷后的阴影里，恰好听到了这段对话。直接去说？跟谁说？说什么？不远处几名巡逻的士兵正向他们看来。利伯特轻咳一声，以此掩饰自己深夜出现的尴尬。骑士掀开帐篷的门帘：“殿下，请进。”尤拉哈看着深夜到访的2人，在这个时间来访，尤拉哈察觉到了异样，他猛地转头看向帐篷入口处。利伯特眼神冰冷地盯着帐篷帘幕的方向。刚才那些士兵难道是在偷听吗？我来是想请教一下，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下一个村庄？利伯特递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外面有人在偷听，只回答我问的问题。尤拉哈神色微动，附近有一些零散的住户，但按照现在的速度，要到达一个像样的村庄，大约需要3天时间。利伯特皱起眉头说道：“那太远了，在到达之前，那条路马车可以安全通行吗？”罗斯玛丽将包裹递给尤拉哈，纸条上写着：“抱歉，什么都别问，请帮我保管好这个，直到我们抵达北方。”尤拉哈稳稳地接住包裹，现在的路况已经不太乐观了，从明天开始道路会变得更加崎岖难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尽早出发。尤拉哈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们计划在黎明时分启程。”尤拉哈低头看向手中的包裹，后面还有一个。他揭开那张隐藏的纸条，看清上面的内容后，瞳孔骤然收紧，脸上露出了极度震惊的神情。2名亲信骑士见状，立刻警觉地围拢过来。2名骑士目光在字里行间飞速扫过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尤拉哈站在门口回应道：“太阳升起后，我们会简单用餐，并立即出发，请在今天内做好所有准备。”利伯特微微点头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感谢你的回答。”帐篷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2名骑士对视一眼，纸条上只有一行简洁的字迹：“准备战斗。”营地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静谧，一支利箭突然划破长空，精准地钉在帐篷的木梁上。紧接着，远处传来了密集的呐喊声，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火把和武器，正气势汹汹地向营地中心逼近。利伯特猛地从床榻上坐起，罗斯玛丽。利伯特迅速翻身下床，顺手抓起靠在床边的长剑。帐篷外，士兵们的脚步声沉重而杂乱。利伯特握紧手中的长剑，费了这么大劲，就为了抓我一个人吗？真是大动干戈啊！在那边，士兵的喊叫声打破了营地的混乱。一名士兵挥剑劈砍而来，金属撞击声在夜空中格外刺耳。利伯特咬紧牙关，死死抵住对方压下的剑刃。殿下！利伯特发出一声闷哼，拼尽全力架开眼前的攻击，反手一剑贯穿了偷袭者的手臂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名领头的军官愤怒地咆哮道：“她只是个女人，快点抓住她，别伤了那匹马，那匹马能卖不少钱。”利伯特听到这话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谈钱，你们真是太小看我了。去死吧！”一名士兵趁机从背后突袭，利伯特敏锐地察觉到了杀气，他迅速转身，横剑挡住了对方的重击。利伯特猛地发力，推开对方，顺势向前踏出一步，长剑精准地刺入了士兵的脖颈，鲜血喷涌而出。这些家伙到底和首相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？难道他们一点都不怕死吗？不过我也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死掉。他猛地向前冲刺，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巨大的弧光，瞬间切开了敌人的防线。又一名士兵颓然倒地，四周已经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，鲜血染红了营地的土地。利伯特环顾四周，心中默默盘算，还剩下多少人？希望罗斯玛丽没事。罗斯玛丽再次挥剑动作没有丝毫迟疑，剑光闪过，最后几名试图靠近的敌人也被逼退。看来我没必要担心了。在那边的是尤拉哈停下脚步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利伯特迈开步子，踩着满地的血泊向前走去。晨曦微露，天边的云层被染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晕。利伯特停在空地中央，四周横七竖八的躺着失去生息的士兵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呼！尤拉哈穿过满地狼藉，你没受伤吧？利伯特站在血泊边缘，我没事，等离开这里之后，我们再详谈。他收起长剑，走向一旁安然无恙的马匹，至少他们没伤到这些马，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事。夜色渐深，森林被浓重的雾气笼罩。一行人穿过密林，在隐蔽的空地中新升起了火堆，几个人围坐在篝火旁。尤拉哈看着利伯特说道：“我以前真不知道，你们2位竟然都如此精通剑术，这身装束很适合你，看来你在战斗方面确实经验丰富。”利伯特坐在火堆旁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毕竟诺德领地远离王都，你不知道这些也很正常。虽然我是个公主，但我从小就开始握剑了，我见识过不少战场，所以剑术和骑术对我来说，无论喜不喜欢，都已经成了本能。即便如此，毫发无伤的击败
那么多敌人，那绝非寻常的本事。一名随从坐在马背旁感叹道，另一人也跟着附和，而且穿着那种长睡裙，还能行动自如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罗斯玛丽看着跳动的篝火，语气平静地回应道，毕竟当时情况紧急。尤拉哈坐在一旁沉声提醒道，喂，你们两个注意点礼貌。利伯特注视起火堆，比起我们被袭击的原因，他们似乎对我展现出的剑术更感兴趣。尤拉哈沉默地盯着火焰，火光映在他深邃的眼眸中。那么，是不是该告诉我们，那些袭击者到底是谁了？利伯特挺直脊背，神情严肃地开口道，很有可能他们是首相派来的，他大概是计划杀掉我，然后侵吞我的嫁妆。首相的目标竟然是您？一名随从惊讶地问道。另一人回想起战斗的细节，经您这么一说，他们和我们交手时确实表现得很消极，而且他们似乎只盯着您一个人攻击。尤拉哈转过头看向利伯特，难道您是因为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，才把陛下准备的行李全都留下了吗？利伯特单手托腮，只能说，我预感到可能会发生这种事。事实上，我的皇家卫队全都被首相收买了。利伯特神色凝重地说道，所以起初我甚至怀疑你们也是他的人。我们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随从们惊恐地瞪大眼睛，纷纷摆手辩解道，请一定要相信我们殿下。尤拉哈沉默不语。我知道，别担心。利伯特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自信的笑意。如果你是为首相效力，就不会并肩作战，甚至在战斗中受伤了。即便那是魏勒让我放松警惕而设下的圈套，好在之后彻底解决我。他摊开双手，语气变得狂傲而从容。坦白说，就算我们真的动起手来，我也不觉得自己会输给你。你说对吧，罗斯玛丽？罗斯玛丽轻声附和道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赢。这对一名骑士来说也太残酷了。随从们在一旁小声嘀咕着。夜色渐深，森林中只剩下木柴燃烧的噼啪声。照这个速度，我们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。即便我们放弃马车，改为骑马，也仍然需要至少2个月的时间。利伯特皱起眉头，低声沉吟道：“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”尤拉哈手托住下巴，陷入了沉思。如果我们走主干道，可能会再次遭到刺客的埋伏。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道：“啊，看来我们别无选择了。”利伯特疑惑地转过头看向他。尤拉哈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沿着这条森林小径走大约5天，我们会到达一座巨大的悬崖，在那里我藏了一艘我们在诺德领地使用的飞艇。”利伯特惊讶地重复道：“飞艇？你是说那种在天上飞的船吗？”尤拉哈肯定地回答道：“是的。”利伯特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原来北方已经拥有这种技术了。如果是那样，确实更容易摆脱首相的追捕，真是个方便的交通工具。尤拉哈摇了摇头，神色变得有些严肃。实际上，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方便，它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飞往任何地方。利伯特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我明白了，那么它的动力源是什么？”尤拉哈停下脚步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关于这一点，非常抱歉，我没有权限解释那个。利伯特停在原地，你没有权限解释？我明白了，谢谢你的建议，我需要更多的了解这项技术，必须亲自调查清楚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利伯特停下脚步，微微侧过头，神情变得严肃而冷峻。是的，确实还有一件事，你的真名。尤拉哈愣在原地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利伯特继续逼问道：“如果你真的站在我这一边，就告诉我你到底是谁。”伊泽里斯抬起手按住额头：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的？”利伯特平静地回答：“早在离开皇宫之前，我就觉得你很奇怪。虽然我的提议让你感到困惑，但你处理得相当冷静。刚才也是一样。作为一个治理领地的人，你首先应该问我为什么会被袭击，而不是问我为什么会用剑。”伊泽里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既然你已经看穿到这种程度，我想再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了。”他站直身体，向利伯特微微躬身说道：“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，我是诺德第1骑士团副团长，普罗斯塔大公的副官。我的名字是伊泽里斯·布罗迪·利维特，我担任诺德骑士团指挥官，同时也是普罗斯塔大公的副官。您可以直接称呼我为伊泽。”利伯特微微点头回应道：“很好，我会这么称呼你的。”伊泽看着他继续说道：“您还有其他好奇的事情吗？”“在我能回答的范围内，我会如实告知。”利伯特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大公？”伊泽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低声解释道：“关于这一点，我相信您在见到大公本人后就会明白。”利伯特殿下，当您听到北方这个词时，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？利伯特思索着回答道：“一片被冰雪覆盖的荒芜之地，充斥着与怪物的不断战斗，还有巨龙吐出的寒息，这就是我所听闻的北方。”伊泽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那是大多数人对北方的印象。然而，大公本人的形象与那种印象相去甚远，所以他才请求我代替他出现在人前。”利伯特注视着眼前的篝火，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利伯特看着眼前的伊泽，那应该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，脸上带着巨大伤疤，留着浓密胡须的男人。那样的外貌才符合统治北方荒原的身份。如果自己也曾表现得像世人期待的那样，事情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？大公为了满足作为统治者的期待，选择使用虚假的形象出现在人前，无论这种手段是对是错，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伊泽转过身，语气诚恳地说道：“大公从一开始就从未想过要欺骗您，请您务必试着理解大公。”清晨的阳光洒在宁静的村庄里，伊泽搬着补给物资走在街道上。从今天开始，看来我们连晚上也得赶路。利伯特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伊泽低声回应道：“经营旅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，骑士团正在搜捕一名黑发男子和一名棕发女子。”利伯特听后冷静地说道：“那无疑就是在找我们了。那位首相果然是铁了心要杀掉我。”罗斯玛丽神色凝重地回应道：“那我们必须加快脚步了。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？”利伯特微微点头：“我没事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在那之后，为了躲避追兵的视线，他们变得更加谨慎，甚至在夜晚也不再点燃篝火，只是裹着厚重的披风，在黑暗中稍作休息。一行人骑着马在荒野中疾驰，为了赶路，他们将休息时间压缩到了极致。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紧绷着神经，队伍里甚至听不到交谈的声音。即便如此，针对他们的刺客依然接踵而至。利伯特拔出长剑，迎向冲上前的敌人。幸运的是，大多数战斗都在没有受重伤的情况下结束了。他们将敌人的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任何追踪的痕迹。多亏了这一路上的谨慎，不知不觉间，身后已经完全看不见追兵的身影。一行人骑着马穿过幽深的峡谷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随行的骑士们兴奋地举起双臂，欢呼道：“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呼，看来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”伊泽里斯转过身，对着利伯特露出宽慰的笑容，说道：“既然两位已经平安抵达，现在请尽管放心吧。”罗斯玛丽环顾四周，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说的成功抵达是什么意思？站在一旁的利伯特也摇了摇头，谁知道呢？我也不太明白。伊泽里斯没有多做解释，他伸出右手指尖在虚空中轻轻滑动，随着他的动作，原本空无一物的林间空地泛起阵阵涟漪。只见一艘巨大的飞船穿透了隐形屏障，缓缓显现出他宏伟的身姿。伊泽里斯微微躬身：“那么殿下，请登上我们的诺德飞空艇吧。”利伯特发出一声轻叹，这就是他前几天提到的那艘飞空艇吗？他踏上甲板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从外观上看，这艘船与普通的航船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。伊泽里斯站在巨大的船舵前提醒道：“起飞时会有轻微的晃动，请务必站稳。”他抬起手取下这耳垂上的饰品，随着一阵低沉的嗡鸣声，整艘飞空艇开始剧烈颤动，随后缓缓脱离地面向着高空升起。利伯特看着伊泽里斯的背影，这艘船是通过那枚耳环来控制的吗？伊泽里斯转过身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这是由龙之泪制成的龙泪石。虽然我对魔法并不精通，但它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实用，不仅可以与远方的人交谈，还能像现在这样让飞空艇悬浮起来。那块石头一定蕴含着非常强大的魔力。我确实不太懂魔法，不过我手头倒是有几样能运用自如的魔导具。”利伯特走到甲板边缘，双手撑着船舷向下俯瞰，这太神奇了，我从未见过能让这么大的船飞起来的魔导具。伊泽里斯一边操控着船舵一边提醒：“殿下，这样太危险了，请不要把身体探出船外。”利伯特稳住身形，笑着回应道：“哈哈，好吧。”巨大的飞空艇在夜空中平稳航行，穿过层层云海，向着遥远的北方疾驰而去。伊泽里斯看着前方的航线说道：“按照现在的速度，我想大约1周后就能到达诺德城了。”利伯特惊讶地转过头：“1周？”他原本已经做好了要长途跋涉3个月的心理准备，没想到现在竟然缩短到了这种程度。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把这种飞空艇和他的技术引入帝国？伊泽里斯沉吟了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恐怕很难。这种飞空艇只能在受结界保护的特定区域内运行。”利伯特有些遗憾地垂下眼帘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如果这种技术能普及，一定会对帝国大有裨益。罗斯玛丽走到利伯特身边，轻声提醒：“殿下，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。”两人转身离开，披风在夜风中轻轻摆动。利伯特坐在床边，拉起厚实的被褥盖在身上：“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也快去休息吧。”罗斯玛丽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好的，那么祝您晚安，殿下。”或许是因为知道追兵已经无法触及这里，又或许是这段时间积累的疲惫终于爆发了，他的意识渐渐模糊，今晚应该能睡个好觉了。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，远方的地平线上，一座宏伟的白色城堡依山而建，巨大的飞空艇缓缓降落在城堡外的空地上。伊泽里斯率领着2名部下在城堡前整齐列队。伊泽里斯、利维特及麾下2名骑士已完成皇宫任务，顺利归来。辛苦了，这一路走得很远。我是尤拉哈。雷斯蒂德普罗斯塔，北方的诺德大公。尤拉哈将手轻轻抵在胸前，微微躬身行礼，向利伯特、索米亚、克罗伊殿下致以问候。很抱歉没能早点亲自向您问候。利伯特注视着眼前的男人，他面容清秀，举止优雅，完全没有北方领主应有的粗犷。果然，正如伊泽里斯所说，他确实一点也不符合人们心中诺德大公的形象。但即便如此，利伯特依然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阴冷而沉重的压迫感，那种气息仿佛与北方天空盘旋的巨龙融为一体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尤拉哈侧过身，体贴地说道：“我听说因为路途中的麻烦，您一直没能好好休息，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房间，请您根据需要尽情休息。”一名女仆走上前，恭敬地弯下腰说道：“我来为您引路去您的寝室。”利伯特微微点头，轻声回应道：“麻烦了。”女仆在前方引路，请往这边走。利伯特跟在后面，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回过头看向身后。尤拉哈站在原地，脸上挂着一抹温和而完美的微笑。利伯特收回视线，沉默地向前走去。那个男人绝非等闲之辈，我必须时刻保持戒备。清晨的阳光洒进宽敞的寝室，
我不记得上次睡得这么香是什么时候了。利伯特坐在梳妆台前，任由罗斯玛丽为他梳理长发，总觉得这里的洗澡水和普通的热水不太一样。听说这座城堡引的是温泉水，难怪感觉那么舒服，我差点就睡熟了。是吗？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。门外传来一阵清晰的敲门声。早上好，殿下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让他进来，请进。房门被推开，女人带着2名随从走进房间。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，我是阿德利亚，诺德城堡的女仆长。利伯特殿下，我的儿子前几天似乎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利伯特有些意外，您的儿子？难道是亚历克西斯大人吗？阿德利亚温和地回答道，是的，我是他的母亲。利伯特看着眼前的阿德利亚，红色的头发，还有笑起来时的眼神，确实和亚历克西斯大人非常相似。利伯特露出温和的微笑，说道，不，应该是我要感谢亚历克西斯大人，这一路上他帮了我很多。阿德利亚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，哎呀，他真是个让人操心的儿子，我都觉得有些尴尬了。不过你们2位都长得好高啊，看看这睡袍的长度，我之前准备的那些裙子恐怕完全不合身，您介意让我测量一下尺寸吗？得到允许后，几名女仆立刻围了上来，熟练地拉起软尺，开始忙碌。天哪，看来至少得加长10厘米才行。多亏了殿下，我终于能亲眼看到王都最流行的款式了。说实话，我一直都很期待。亚历克西斯那孩子从来不听劝，不管我告诉他多少次，让他帮我买件新裙子，他带回来的总是那些过时的款式，真是让人头疼。我在想，如果他能交个女朋友，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？利伯特被这番话逗得笑出了声，清脆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。阿德利亚收起软尺，满意的说道，好了，尺寸已经测量完了，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为各位准备好参加晚宴的礼服。对了，我们为您准备了简单的早餐，如果还有其他需要，请随时告诉我们。餐盖被缓缓揭开，精致的瓷杯里盛着热茶，托盘中摆放着切好的面包和浓汤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利伯特坐在沙发上，微微点头致意，感谢您的周到。阿德利亚躬身回应道，这不算什么，请尽情享受在这里的时光。利伯特拿起汤匙尝了一口浓汤，味道很好，这覆盆子果酱也很美味。罗斯玛丽看这桌上的餐点，感叹道，这里的每个人都这么亲切，我想我开始喜欢上诺德了，您觉得呢？利伯特点点头，我很惊讶诺德竟然拥有让船只飞行以及将温泉水引向浴室的技术，看来帝都的人们对北方确实存在一些误解。利伯特自嘲地笑了笑，也包括我自己。巍峨的诺德城堡矗立在雪山环抱之中，利伯特坐在窗边的软椅上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发出惬意的轻哼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补觉，总觉得日子过得飞快。坐在对面的罗斯玛丽回应道，您一定还在从之前的疲惫中恢复。这时房门被轻轻敲响，阿德利亚推开沉重的雕花大门，手里展示着一件华丽的深红色礼服。殿下，裙摆的尺寸已经修改好了。利伯特拿起一枚黑色的花朵胸针，能把这个也加上吗？阿德利亚爽快地接过胸针，当然可以，这枚胸针真漂亮。利伯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有些歉意地对阿德利亚说道，我没有自带礼服，似乎给您添了不少额外的工作，我很抱歉，阿德利亚夫人。阿德利亚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哦，我的天啊，殿下您在说什么呢？这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，另外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从现在起请直接叫我阿德利亚吧。利伯特微微点头，好的，我会的。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，侍从推开门，恭敬地行礼道，打扰了殿下，大公阁下命我前来告知，他希望在晚餐前请您前往书房一叙，请转告他我马上就到。随后利伯特在随从的陪同下穿过宽敞的走廊，来到书房门前。阿德利亚停下脚步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那么我先告退了。利伯特站在紧闭的大门前，深吸一口气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，我们进去吧。罗斯玛丽走上前，轻轻扣响了沉重的木门，沉重的木门缓缓开启，阳光斜斜地照进书房。我们一直在等您，殿下。利伯特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那位男士脸上，总觉得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。站在一旁的罗斯玛丽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，尤拉哈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尤拉哈大人。伊泽里斯发出一声轻笑，哈哈，那您觉得我还会是谁呢？罗斯玛丽快步走上前，仔细打量着他，没了胡子之后，您看起来简直像是变了个人。尤拉哈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，我看起来真的有那么大差别吗？罗斯玛丽依然沉浸在震惊中，您看起来太年轻了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请问您今年多大了？伊泽里斯平静地回答道，我26岁。罗斯玛丽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她难以置信地扶住额头，哎，您是在开玩笑吧？利伯特站在一旁，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，随后他转过头看向书房深处，尤拉哈静静地站在窗边，阳光勾勒出他挺拔的身影。利伯特收敛了笑意，表情变得凝重起来，我听说您有事想找我商量。尤拉哈微微侧身，请坐。两人在巨大的书架前相对而坐，书房内陷入了短暂的静默。利伯特注视着尤拉哈，等待着他开口。他将一个包裹推到了利伯特面前，那么你还没有检查过里面的东西吗？尤拉哈坐在桌边看着那个包裹说道，这是殿下您托付给伊泽里斯的东西，没有您的许可，我绝不会擅自打开它。那表情我完全看不懂它，就像我在对一个空壳说话。我可以打开它吗？利伯特微微点头回应道，请便。尤拉哈伸出手，缓缓揭开包裹着的白布，一个镶嵌着宝石与精致花纹的木盒显露出来。利伯特看着木盒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，我希望您能收下这个，作为嫁妆的替代品。
尤拉哈听后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恐怕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，请把它拿回去吧。利伯特愣住了，书房内再次陷入了沉默。利伯特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相信您已经收到了利维特大人的报告，但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您成婚。然而，由于各种突发状况，我无法带来皇帝陛下赐予我的那份丰厚嫁妆。作为替代，这是一份微薄的礼物，希望您能收下。没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和盘托出吧。虽然从目前的观察来看，这种可能性很低，但我无法确定首相的势力是否已经渗透到了这里。如果连这里都不安全，那这世上还有哪里是我的容身之所？”尤拉哈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殿下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但在诺德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个。”利伯特问道：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无法接受吗？”尤拉哈缓缓开口：“殿下来到这里才过了一个晚上，我也很清楚你在没有皇帝命令的情况下，为了来到这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旅程，所以现在让我们推迟那些沉重的话题，这样你就能毫无顾虑的休息了。”利伯特看着他：“我不明白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，为什么这个男人要对我这么好？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，我根本无法猜测他的动机。如果他的目标是钱，他本可以假装勉强接受这箱财宝；如果他想要的是权力，他应该会立刻尝试和我这个皇帝的姐姐结婚。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到底想要什么。如果你坚持的话，那我想我们可以改天再讨论这件事。”尤拉哈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稍后我会派人把这箱财宝送到您的房间。现在到了晚餐时间，请允许我护送您前往餐厅。”利伯特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，看着尤拉哈站起身向他伸出了手。尤拉哈微微低头，再次发出了邀请：“请务必让我护送您。”利伯特迟疑着伸出手搭在尤拉哈的手掌上。这个男人，我究竟能信任他到什么程度？两人穿过走廊来到餐厅门口，大门被推开，罗德尔张开双臂大声喊道：“嘿，你们真的太迟了！”罗德尔一把抱住伊泽里斯。罗德尔好奇地打量着利伯特问道：“啊，你就是那位从首都来的大姐姐吗？”伊泽里斯立刻按住罗德尔的肩膀，有些慌乱地呵斥道：“喂，你这家伙竟敢对殿下如此无礼，快好好打个招呼！”罗德尔站稳身体，恭敬地行了个礼，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您，我的名字是罗德尔·塞鲁，很荣幸能在这里担任见习骑士。”罗斯玛丽也走上前：“您好，我是罗斯玛丽，很荣幸能作为侍女为您效劳。”利伯特看着眼前的罗德尔，真是个可爱的孩子。他收起思绪，轻咳一声，优雅地提起裙摆回礼道：“我是利伯特·索米亚·克罗伊，是从首都而来的公主。”罗德尔惊叹道：“哇，是真正的公主殿下！”他跑上前拉住利伯特的手：“食物都要凉了，大姐姐，我们快点去吃饭吧。”伊泽里斯在后方焦急地喊道：“喂，要称呼他为殿下。”利伯特转头看向伊泽里斯，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随他去吧。”伊泽里斯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个男孩让我想起了奥德里小时候的样子。罗德尔指着丰盛的餐桌说道：“看，是不是很壮观？殿下，这些全都是为您准备的。”利伯特看这满桌的佳肴，天哪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尤拉哈站在桌边，正微笑着注视着他。利伯特猛地避开了视线，总觉得一直在和他对视。为什么每次视线相撞的时候，他都在笑？这让我很难知道该如何反应。罗德尔疑惑地问道：“哎，你不打算坐下来吗？”晚餐结束后，利伯特放下餐具说道：“谢谢，你准备的晚餐非常美味。”尤拉哈回应道：“很高兴能合您的胃口。城堡的花园非常漂亮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饭后愿意和我一起去散散步吗？”利伯特回答道：“我很乐意。”侍者上前为利伯特拉开座椅，他站起身准备离开餐桌。伊泽里斯惊讶地叫出声：“哎，罗斯玛丽，你也要一起来吗？如果你要去的话，我就要陪着你。”利伯特微笑着看向罗斯玛丽，说道：“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。”罗斯玛丽愣了一下：“哎，但是……”利伯特继续说道：“你应该也累了吧？不用担心我，回房间去好好休息吧。”尤拉哈牵起利伯特的手，两人并肩走下长廊。罗斯玛丽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有些担忧地问道：“真的没问题吗？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？”伊泽里斯注视着前方，回应道：“这里是在城堡内部，我想应该不会有事的。”利伯特跟着尤拉哈穿过拱廊，当他踏入花园的那一刻，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叹：“哦！”无数灯盏点缀在花丛与树影间，石径蜿蜒伸向深处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尤拉哈侧过头问道：“这里的花园很漂亮，不是吗？”利伯特由衷地感叹道：“确实非常美丽，即便是在皇宫里，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花园。”尤拉哈轻笑出声：“哈哈，很高兴您能喜欢。”两人继续在小径上漫步。尤拉哈开口问道：“那么您对诺德的第一印象如何？”利伯特思索着回答道：“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，我觉得这里是个很奇妙的地方。”尤拉哈停下脚步：“自从您抵达这里之后，有什么让您感到困扰的事情吗？”利伯特坐在花园的摇椅上说道：“事实上，因为我是乘飞艇过来的，我的行踪已经断了线，我很担心皇帝会为此感到忧虑。如果有办法能联系上皇宫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尤拉哈思索着回应道：“虽然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我们每隔3-4个月就会向其他地区寄信。罗德尔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联系他的姐姐。”利伯特微微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知道有办法联系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他转过头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罗德尔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尤拉哈看着远处的夜色说道：“他大约是3年前的冬天来到这里的，说他想成为一名骑士。那时候他年纪太小了，所以我本想把他送回去，但是看着那个孩子流着泪哀求我的样子，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。”
罗德尔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姐姐，他似乎向姐姐承诺过，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骑士，再回去接她。在那之后，他把姐姐托付给了愿意照顾他的亲戚，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。想要成为骑士，需要拥有爵位。罗德尔听说在诺德，无论年龄大小都有机会获得头衔，所以他才一路远行来到了这里。尤拉哈靠在长椅上说道：“曾经确实有一个怪物，在18岁时就成为了骑士。”利伯特惊讶地问道：“竟然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吗？”尤拉哈看向他回应道：“那个人就是伊泽里斯。既然已经有了先例，我就不能直接把他赶走。”利伯特若有所思地垂下眼帘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虽然知道他很强，但从未想过他竟然强大到那种地步。尤拉哈继续说道：“直到现在，罗德尔还太年轻，所以他的课程一直集中在理论上。不过他很快就要开始第一次剑术练习了。”剑术练习？他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问道：“那么这里也有剑术训练场吗？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在骑士们不使用场地的时候，能不能也让我使用那里呢？”尤拉哈注视着他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会安排好的，只要您愿意，随时都可以自由使用。”尤拉哈站起身。啊，还有一件事。利伯特疑惑地扬起脸。尤拉哈发出了邀请：“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从现在起每天早上能和我一起散步吗？”利伯特看着他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我很乐意。”从第二天起，利伯特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项固定的行程，那就是在清晨与尤拉哈一同散步。他们漫步在繁花盛开的小径上，交谈的内容从未涉及什么特别的大事，大多只是些平凡的琐事，比如早餐的菜色或是当天的行程安排。散步结束后，利伯特会前往训练场，挥汗如雨。到了下午，罗德尔还会加入他们的茶歇时光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利伯特逐渐习惯了在诺德的生活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内心的焦虑却在不断滋长。即便已经过去了1个月，尤拉哈却从未提起过关于婚约的只言片语。如果关于婚约进展的报告再这样拖延下去，恐怕外界会流传出各种流言蜚语，甚至会有人怀疑北方领地在密谋反叛帝国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在前任皇帝驾崩时发生过的那样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一定会被冠以违抗皇命的罪名，被彻底烙上叛国者的印记。今天，尤拉哈一如既往地微笑着，向我递来一朵花，百合花开得很美。利伯特看着那朵花，我不需要它。尤拉哈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殿下。”利伯特背过身去，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并没有拒绝嫁给我的权利，既然这是陛下的命令，为了你子民的和平，嫁给我就是你的职责。如果你的态度触怒了皇帝，无辜的百姓会被帝国军队践踏。我亲眼见过那样的悲剧。他猛地转过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我不只是见过。我曾站在战场上，亲手挥舞长剑，冲在最前线。”利伯特猛地转过身，对着面前的人怒喝道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是在告诉你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这样浪费了。如果你知道为了来到这里，我究竟经历了什么。”一名黑衣侍从正站在廊柱后，神情阴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尤拉哈心中一惊，急忙将利伯特拉入怀中。利伯特挣扎着抬起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利伯特愣住了，他靠在男人的怀里，感受着对方急促的呼吸。尤拉哈低头看向他，嘴角渗出一丝鲜血：“殿下，您没受伤吧？”利伯特瞪大了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尤拉哈急切地说道：“你不能待在这里，快点离开这儿！”尤拉哈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整个人脱力地向前倾倒。利伯特惊恐地接住他：“大公，坚持住，大公！”尤拉哈虚弱地张了张嘴，发出一声破碎的呻吟。不远处的侍女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：“大公，怎么会？”利伯特猛地抬头看向前方：“你为什么要对他做这种事？”站在对面的侍女松开了手，带血的长剑掉落在地，她惊恐地捂住脸，尖叫起来：“不，我不是故意要刺伤大公的！”侍女转身仓皇逃离，利伯特无力地守在尤拉哈身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身影消失在长廊尽头。原本圣洁的百合花掉落在泥土中，花瓣被鲜血染红，支离破碎的散落一地。伊泽里斯冲上前去，惊恐地喊道：“大公！”他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尤拉哈，猛地转头对周围的侍从怒吼：“立刻把你们能找到的所有药水都拿过来，快去！还有去找医生、法师和祭司，把所有会治愈魔法的人都给我带过来。”侍从们慌乱地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”刺伤大公的侍女在哪里？几名卫兵押解着一名挣扎的侍女走来，我们已经抓住她了。伊泽里斯猛地回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杀意。伊泽里斯冷冷地命令道：“把她关进地牢。”罗斯玛丽走近几步，神情忧虑地问道：“殿下，您受伤了吗？”利伯特沉默着没有回答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身体止步驻地剧烈颤抖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罗斯玛丽扶住颤抖不止的女人：“我原以为这里是安全的，但是……”罗斯玛丽轻声安慰道：“这不是您的错，殿下，请让我送您回房间。请抓紧我。”两人相互扶持着，穿过开满鲜花的庭院，走向灯火通明的宫殿。宫殿深处传来重物落地的破碎声。为什么这种事接二连三的发生？伊泽里斯在房间内愤怒地咆哮：“大公是为聊结婚才来到这里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说点什么啊！花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尤里为什么会被刺伤？”在昏暗的房间内，尤拉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双眼紧闭。伊泽里斯在房间内愤怒地踱步：“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我们绝不该同意与皇室联姻。”利伯特坐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你甚至保护不了就在你眼前的人，亏你还口口声声提什么剑术和战场经验。伊泽里斯越说越激动，他冲到利伯特身边，伸手想要抓住他的肩膀：“别只是站在那里说点什么呀，
罗斯玛丽猛地抬起手，一把扣住了男人的手臂。她抬起头，眼神变得冰冷而坚定。我一直保持沉默，是因为我理解你因大公遇刺而心神不乱，但我不会再容忍任何不敬。你是不是被愤怒蒙蔽了双眼，以至于根本看不见殿下现在的状态？伊泽里斯愣住了。什么？利伯特正颓然坐在床边，身体蜷缩在阴影中，整个人止不住的颤抖。伊泽里斯咬紧牙关，该死！罗斯玛丽站在一旁，看着伊泽里斯愤然转身离去。伊泽里斯猛地挥拳砸向窗户，玻璃应声碎裂，残渣溅落在地，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滴落，在晶莹的碎片间晕染开来。说实话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马尔迪尼卡将手帕扔给他。首先，我有事要汇报。按照指示，我已经把那个侍女关进了地牢。为了防止她自杀，我堵住了她的嘴，并束缚了她的手脚。好了，汇报结束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伊泽里斯下意识的想要遮掩，这真的没什么。马尔迪尼卡语气强硬的打断道：“直接给我看。”伊泽里斯有些无奈的伸出手：“喂，我好歹也是骑士团长啊。”马尔迪尼卡随口应和道：“事事随你怎么说，骑士团长大人？难道你打算就带着这副凄惨的样子在城堡里乱晃吗？”马尔迪尼卡细心地缠绕着绷带，即便有点疼，也请忍耐一下。如果你这位团长露出这种表情，你手下的士兵们只会感到更加不安，不是吗？而且卡罗塔也会担心。伊泽里斯垂下眼帘，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微微点头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。”在寂静的房间内，罗斯玛丽端起茶壶，倒了一杯热茶。殿下，请喝点茶冷静一下。利伯特接过茶杯，低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”罗斯玛丽看着他憔悴的面容，他一定受到了巨大的惊吓。虽然我能理解那个男人的心情，如果被刺伤的人是利伯特殿下，恐怕我也会彻底失去理智。但看到殿下如此痛苦，我依然感到难受。虽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，但为了殿下着想，我们真的需要大公尽快醒过来。罗斯玛丽独自来到喷泉旁，她伸出手刃，由清凉的泉水流过指尖。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忧虑。哎呀，看来我的秘密基地被发现了。罗斯玛丽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过身。卡梅利亚大人，马尔迪尼卡从阴影中走出来，递上一块手帕，说道：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用我的手帕吧。”罗斯玛丽有些局促地拒绝道：“不，我没事。话说回来，卡梅利亚大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现在不是骑士团训练的时间吗？”马尔迪尼卡微笑着解释道：“年轻的骑士们现在正在。”罗斯玛丽愣了愣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啊，你看起来很疲惫。”罗斯玛丽垂下眼帘，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尤其是今天，我以前从未感到如此疲惫过。”不远处的露台上，两名侍女正凭栏俯瞰，其中一人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那个女人，我知道她是客人，但我们真的能就这样不管她吗？”另一名侍女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：“我真希望她能快点回自己家去。我总觉得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。如果因为那位公主而引发战争，那简直太让人无法忍受了。”庭院内，罗斯玛丽察觉到了周围异样的目光。“那个，我想我们现在该走了。”马尔迪尼卡停下脚步，看向露台：“请先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打算在回去之前再在这里吹会儿风。”“我没事的。”马尔迪尼卡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向他问道：“什么？”罗斯玛丽轻轻摇了摇头，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想再添麻烦了，相信殿下也是这么想的。”马尔迪尼卡沉默地看着他。马尔迪尼卡闭上双眼，叹了口气：“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。”罗斯玛丽微微欠身说道：“那么失陪了。”两名女仆正站在台阶处，其中一人看到走近的身影，有些惊讶地开口喊道：“阿卡梅利亚大人！”马尔迪尼卡停下脚步，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人，眼神中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冷意。露莎察觉到气氛不对，有些不安地低声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马尔迪尼卡双手抱胸：“你们两个。”女仆立刻挺直脊背回应道：“是，从明天起你们不用再来公爵府了。”露莎愣在原地：“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马尔迪尼卡没有解释，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：“我会亲自去跟女仆长说明，现在立刻离开这里。”露莎紧紧攥住围裙的边缘，指尖因为恐惧而剧烈颤抖着。露莎猛地抬起头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：“这太过分了！您到底在指责我们什么？至少给我们一个理由。况且卡梅利亚大人，您真的有权利开除我们吗？”马尔迪尼卡沉默地注视着他们，眼神冰冷而锐利。露莎被这股视线压迫得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马尔迪尼卡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公主殿下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，你们本该全心全意侍奉她，却违背了铁律，破坏了规矩。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？还是说你们更希望我把女仆长和利维特指挥官叫来，跟你们好好谈谈？如果你们现在离开，或许还能拿到一封推荐信。”露莎低着头，沉默了许久，同伴在一旁不安地轻声唤道：“露莎，我们非常抱歉。”这就离开。两人顾不得再多说什么，转过身，仓皇地逃离了走廊。马尔迪尼卡独自站在空旷的庭院中，看着那两名女仆离去的方向。好吧，我想我现在应该去向父亲报告这件事了。他抬起手按住额头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呼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昏暗的卧室里，厚重的窗帘遮挡了大部分光线。尤拉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。伊泽里斯守在床边。尤里，我们等得越久，那些指责利伯特公主的声音就会变得越大，请快点醒过来吧。尤里。在另一处房间内，利伯特正低头站在桌边，双手不安地交叠在身前。利伯特神情凝重：“如果大公爵永远醒不过来该怎么办？如果是因为我的缘故让罗斯玛丽陷入危险的话，
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，那么我……他用力攥紧了裙摆。病床上的尤拉哈发出一声虚弱的呻吟。利伯特猛地站起身。大公爵，罗斯玛丽也惊愕地看向床榻的方向。尤拉哈缓缓睁开双眼，挣扎着想要坐起身。尤里，守在床边的伊泽里斯急忙上前扶住他。你还好吗？你现在还不应该乱动。尤拉哈眉头紧锁，显得十分痛苦。我一点也不好。他抬起手按住额头，指尖没入发间。多亏了你，我的头现在快要炸开了。我知道你很担心，但你的声音太大了，能不能请你安静一点？守在床边的伊泽里斯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有些尴尬又无奈的微笑。听你说话的语气，看来你确实没什么大碍。尤拉哈趁着床铺坐稳。我昏迷多久了？伊泽里斯回答道。我想大概有3天半了。尤拉哈猛地一怔，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吗？那公主殿下，大公爵。尤拉哈听到声音，有些迟钝地转过头。殿下。罗斯玛丽快步走上前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看到您恢复意识，我终于放心了。尤拉哈虚弱地回应道。啊，是的，殿下，您受伤了吗？利伯特没有回答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他哽咽着说道：“全都是我的错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我真的很害怕，一直在想，如果你再也醒不过来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利伯特的话音刚落，身体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他双眼失神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利伯特殿下！尤拉哈惊呼出声：“殿下！”他因为动作过猛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。快把殿下抱回他的房间，快点！罗斯玛丽小姐，请照顾好殿下。他抬起头回应道：“当然。那么我们先失陪了。”守在床边的伊泽里斯低着头，神情显得有些凝重。罗斯玛丽在侍从的帮助下，小心翼翼地带着利伯特离开了房间。尤拉哈靠在床头，帝国公主。利伯特猛地睁开双眼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这里是？没错，我是在诺德。然后，利伯特坐在床边，神情有些恍惚。大公爵他突然一股剧烈的窒息感袭来，利伯特痛苦地蜷缩起身体。突然间没办法呼吸了。罗斯玛丽惊呼道：“殿下！”他急忙赶到床边。您还好吗？利伯特失神地望着前方，沉默了许久，才低声回应道：“我总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被我遗忘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对吧？”罗斯玛丽闭上双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在殿下20岁生日宴会那天，先皇曾教导过我一些事情。”阳光穿透树荫，清脆的钟声在庄园内回荡。年幼的利伯特被突如其来的强光晃了眼，他抬起手遮挡在额前，另一只手紧抱着怀里的兔子玩偶，有些不知所措地望向前方。皇帝整理了一下衣袖，说道：“那么我们要出发了。”女仆抱着奥德里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好的，请不必担心皇太子殿下，祝2位玩得愉快。”皇后有些迟疑地停下脚步，可是皇帝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别担心，侍女们会照顾好奥德里的。这是我们近1年来第一次出门。走吧。”利伯特抱着兔子玩偶，呆呆地望着他们。要出门吗？父亲、母亲。皇后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有些惊讶地看向跑过来的孩子。哦呀，利伯特！利伯特扑到母亲怀里，紧紧抓着她的衣服，撒娇道：“我也想去。”皇帝看着利伯特的样子，笑了起来。真少见啊，利伯特竟然也会耍赖。皇后掩着嘴，轻声说道：“哎呀，真是太可爱了。你真的那么想一起去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吧。”金色的麦浪在微风中起伏，农夫们正忙着收割庄稼。其中一人直起腰喊道：“啊，向您致敬，陛下！能同时见到2位，真是太荣幸了。我觉得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。”农夫弯下腰，对着利伯特行礼道：“向您致敬，公主殿下！今年的收成很不错呢，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”利伯特抱着麦穗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“哇，真的好漂亮！”皇后看着利伯特开心的样子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利伯特，你看上去玩得很尽兴呢。”利伯特抱着金灿灿的麦穗，父亲、母亲，这些植物摸起来好软啊！他正沉浸在喜悦中，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。利伯特愣住了，警觉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奇怪，好像有谁在大声说话。远处的庄园门口，一名神色激动的男人正试图冲破守卫的阻拦。“我说了，给我让开，我有紧事要见皇帝陛下。”皇帝听到动静，皱起眉头，看向混乱的源头，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？”守卫转过身，有些局促地低头回应道：“陛下，那个，实际上有个男人一直在闹事，非要见您不可。”皇帝皱起眉头：“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皇帝看向身边的妻子，说道：“皇后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会尽快处理好，请在这里等我一下。”那个闹事的男人看到皇帝走近，激动地大声喊道：“陛下，谢天谢地，您在这里，请听我说，这是我的私人土地，可是领主却想把它从我手里夺走。”利伯特抱着麦穗，有些不安地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。“父亲！”旁边的护卫急忙上前阻拦：“你这个无礼的蠢货，竟敢在陛下驾前失礼！快冷静下来，明天再来吧。”闹事的男人满脸通红：“你叫我怎么冷静？这是我唯一能让陛下听到我声音的机会了，放开我！”皇帝冷冷地看着眼前失控的闹事者，他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无法正常沟通。“我们明天再来，先把那个人送回家。”守卫低头领命道：“遵命。”皇帝转过身：“我们走吧。”闹事者咬紧牙关：“你这个骗子，你根本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？我有权利被听到。”闹事者猛地甩开守卫的束缚，他的动作极快，伸手抓住了藏在身后的农具。利伯特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惊恐地睁大了双眼。闹事者满脸通红，双眼布满血丝，他高举起手中的镰刀，怒吼道：“该死的！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耍我！
利伯特僵在原地，温热的液体溅落在他的脸颊上，他颤抖着抬起头，视线被一片刺眼的深红占据。利伯特失神的喃道：“母亲。”皇后紧紧地将利伯特搂在怀里。利伯特，你没事吧？利伯特惊恐地睁大双眼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母亲！惨叫声划破了田野的宁静。皇帝猛地回过头，瞳孔因极度的震惊而颤抖。他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我的皇后！”深夜的皇宫书房内，皇帝独自站在桌前，他双手撑着桌面，深深地埋下头。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叩门声。皇帝缓缓抬起头，眼神冰冷而空洞。什么事？门外的侍从犹豫着开口道：“那个杀害皇后的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”皇帝语气冰冷地命令道：“折磨他直到死亡，然后把他喂给野兽。”侍从身体猛地一颤，他低下头恭敬地回应道：“遵命陛下。”空旷的书房内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。皇帝低垂着眼帘，目光落在桌上的首饰盒里。这就是剩下的全部了吗？皇帝紧紧攥住那对胸针，皇后献宝似的举起一枚胸针，快看！皇帝走到他身后，看着桌上散落的丝线与工具说道：“所以，你终于把它完成了。”皇后有些羞涩地笑了笑：“是的，虽然我不确定自己做得够不够好。”她转过头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问道：“你觉得孩子们会喜欢他们吗？”皇帝俯下身，温柔地将她揽入怀中。“当然，我确定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。”皇后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我也会为你做一个的。”皇帝从回忆中猛然惊醒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“我的皇后，失去了你，我以后该如何活下去？”暴雨倾盆而下，沉闷的雨声掩盖了世间的一切。墓园里一片肃穆的深黑，皇帝凝视着墓穴，眼神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“请安息吧。”皇帝在雨中侧过头，余光看向身边的女儿。在皇后的葬礼上，利伯特没有留下一滴眼泪，仿佛一个失去了所有情感的木偶。利伯特只是那样盯着前方，空洞的双眼中映不出任何色彩，也没有任何波动。皇帝看这女儿这副模样，心中泛起一阵酸楚。请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我希望他能接受这份悲伤。宏伟的宫殿在夜色中矗立，宴会厅内灯火通明，宾客们身着华服穿梭其间。今天为了我亲爱的儿子，衷心感谢各位莅临奥德里的周岁生日宴会。年幼的奥德里坐在华丽的软垫上，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皇帝举起酒杯，向众人示意，请大家今晚尽情享受。大厅内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，宾客们纷纷举杯高喊：“我们衷心祝贺皇储奥德里殿下诞生，恭喜殿下！”一名侍者端着托盘走近，“陛下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”皇帝微微点头回应道：“好，利伯特、奥德里，我有东西要给你们，这是皇后留给你们两个的。”奥德里低头看着胸口的新装饰，开心地挥动着小手。皇帝温和地问道：“喜欢吗？”奥德里兴奋地咿呀回应。他转过头看向一直保持沉默的利伯特：“你呢，利伯特？”利伯特静静地坐在华丽的座椅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膝头，始终保持着沉默。皇帝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子：“利伯特，这是皇后和我一起为你准备的。我们做这个是因为想看到你的笑容。”利伯特微微垂下眼帘，避开了父亲的视线。皇帝试探着再次唤道：“利伯特！”直到宴会彻底结束，利伯特也始终没有开口。每当我看向利伯特的眼睛，那天带他一起离开的悔恨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感觉自己快要被愧疚感压垮了。皇帝独自坐在昏暗的房间里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上次听到利伯特的声音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，那我……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细微的声响，紧闭的房门被缓缓推开，发出一声轻微的摩擦声。利伯特扶着门框，站在阴影中，沉默不语。皇帝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：“利伯特，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利伯特低着头，慢慢走进房间，他用力攥紧睡裙的衣角：“父亲，您能教我剑术吗？”皇帝愣在原地。利伯特，皇帝握住利伯特的手说道：“好，我会教你的。谢谢你，利伯特，真的谢谢你。我当时只是单纯的感到欣喜，因为我的女儿终于重新开口说话了。起初我只打算教她一些基础，作为她教育的一部分，但她对剑术展现出的热情，让我开始教导她真正的剑术与战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开始正式教导她政治知识，但我心中依然存有忧虑。我担心挥舞长剑这件事会让她不断想起失去母亲的痛苦，从而备受折磨。然而与我的担忧相反，利伯特从未失去过笑容，即便是在鲜血横溅、死亡蔓延的战场上，他的脸上也始终挂着那抹笑意。训练场内，利伯特收起长剑，皇帝看着眼前的女儿问道：“你已经不再害怕刀剑了吗？”利伯特转过身：“您在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利伯特似乎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皇帝独自坐在书房里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：“哈！”我无法发自内心的为女儿的笑容感到高兴，那笑容就像一片随时可能破碎的玻璃，让我感到无比揪心。我担心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她会毫无征兆的彻底崩溃。如果我不在了，利伯特真的能平安无事吗？沉重的房门被缓缓推开，发出一声轻响。罗斯玛丽站在门口恭敬地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找我吗？”如果他能就这样一直遗忘过去活下去，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但是罗斯玛丽坐在床边，低声对利伯特说道：“只要您还握着剑，记忆就总有恢复的一天。陛下叮嘱过，我要时刻记住这一点，以防殿下万一产生了动摇。”利伯特靠在床头，神情有些恍惚地问道：“我的父亲，他真的这么说过吗？”罗斯玛丽垂下眼帘，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利伯特沉默了片刻，呼吸变得有些急促，指尖剧烈颤抖。啊！他猛地用双手捂住脸，
我竟然全都忘记了所有的一切。罗斯玛丽担忧地看着他。殿下，利伯特依然掩面哭泣。我竟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。利伯特抬起头，眼中噙着泪水说道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罗斯玛丽。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群上，积雪覆盖的山脉在远处起伏。罗斯玛丽发出一声呻吟，从睡梦中惊醒。她缓缓坐起身。我什么时候？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紧接着是房门被敲响的声音。罗斯玛丽惊愕地转过头，看向门口。抱歉，请稍等一下。房门被推开，伊泽里斯出现在门口。罗斯玛丽有些意外地停下脚步。啊，利维特大人。伊泽里斯微微点头致意。早上好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罗斯玛丽回应道。是的，谢谢您的关心。伊泽里斯神色变得严肃了一些。实际上，大公阁下要求见罗斯玛丽小姐。罗斯玛丽有些惊讶。大公阁下，他要见我吗？伊泽里斯继续说道。他说有事情要和你商量，现在方便吗？罗斯玛丽显得有些为难。现在恐怕有点困难。伊泽里斯看出了他的顾虑，温和地提议道：如果你是担心殿下一个人在这里，不如我让马丁和亚历克西斯守在他的房门口。罗斯玛丽露出惊讶的神色，随即松了一口气，微笑着回应道：非常感谢，请转告大公阁下，我准备好之后马上就过去。罗斯玛丽转身回到房间，利伯特正躺在床上沉睡。罗斯玛丽细心地为他整理好被角。我很快就回来，殿下。他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，缓缓关上了沉重的房门。前方出现了一个身影，马尔迪尼卡主动打招呼道：早上好。罗斯玛丽停下脚步回应道：阿卡梅利亚大人。马尔迪尼卡站在走廊里，神情从容地说道：请把这里交给我们安心去吧，我们会负责严密看守的。罗斯玛丽露出宽慰的笑容，谢谢您。那么我现在就出发了。房间内，利伯特依然躺在床上沉睡，床边的木质边几上放着一张白色的便签纸，便签纸上留着罗斯玛丽清秀的字迹。我去见大公阁下了。罗斯玛丽。罗斯玛丽走在宏伟的宫殿长廊中。大公阁下突然找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？两名侍女正站在紧闭的大门前，他们看到走近的身影，立刻恭敬地打招呼：罗斯玛丽小姐，早上好。公主殿下自那天之后，身体状况如何了？罗斯玛丽微笑着回应道：啊，她已经好多了。另一名侍女接着说道：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那天殿下突然晕倒，真是让人担心。罗斯玛丽若有所思地垂下眼帘。啊！侍女意识到耽误了时间，连忙侧过身子推开沉重的大门说道：哦，抱歉拦住了您，请进吧。女仆长在城堡里散布了一个有趣的传闻，说某个女仆因为对我产生了扭曲的情感，被嫉妒蒙蔽了双眼，竟然企图伤害殿下。罗斯玛丽听着他的话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大家对我的态度突然转变了，这都是多亏了您的周全考虑。伊泽里斯站在一旁，从现在开始事情应该会变得轻松一些。罗斯玛丽微微侧过头，也许是这样，但作为动机来说，这会不会有点太牵强了？尤拉哈拿起茶杯，微笑着说道：没关系，人们只会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。现在你们两个都不会再受到伤害了。伊泽里斯补充道：此外，我们对外宣称殿下是因为不眠不休地照顾大公，由于过度疲劳才晕倒的。罗斯玛丽紧紧攥住自己的衣角。是的，城堡里的气氛变得有利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万一发生意外，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带着殿下逃离这里的准备。尤拉哈看向罗斯玛丽说道：另外，罗斯玛丽小姐，我有一个请求。罗斯玛丽疑惑地问道：是什么事？尤拉哈身体前倾，语气温和地说道：如果觉得为难，您可以拒绝，但请先听我说完。罗斯玛丽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：啊，好的。尤拉哈继续说道：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愿意去参加对嫌疑人的审讯吗？罗斯玛丽惊讶地反问道：我吗？尤拉哈神情严肃地解释道：是的，如果只有我们北境的人出席审讯，恐怕会被怀疑是在试图减轻那个女人的罪行，或者是在为皇室掩盖真相。罗斯玛丽紧紧咬住牙关，一言不发。突然，她猛地站起身，双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尤拉哈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动，有些诧异地看着他。罗斯玛丽俯下身子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殿下绝不是那种会怀疑恩人的人。尤拉哈看着激动的罗斯玛丽说道：请不要误会，我很清楚公主殿下绝不是那种人，但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罗斯玛丽小姐能参与审讯，以此来防止任何疑虑的产生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其实我原本打算直接去请求公主殿下。尤拉哈闭上双眼，毕竟那个犯人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我，而是殿下。然而我觉得这种事只会给殿下带来更多痛苦，所以即便知道这是一种强求，我还是决定来拜托您，罗斯玛丽小姐。罗斯玛丽抬起头看向尤拉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参加审讯的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我能先回一趟殿下的房间吗？罗斯玛丽推开房门，轻声走进寝室，原来还在睡着啊。罗斯玛丽伸出手，紧紧握住对方的手，等我回来再和你说话，所以请再等我一会儿。马尔迪尼卡正等在走廊里，他看到罗斯玛丽走出来，微微欠身示意，我来为您带路。马尔迪尼卡举起火把，火焰在昏暗的地道中跳动，照亮了通往地牢的石阶。罗斯玛丽紧跟在他身后，马尔迪尼卡走在前面提醒道：请小心脚下。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向罗斯玛丽伸出手，如果你觉得害怕，可以牵着我的手。罗斯玛丽立刻摆了摆手，拒绝道：不，我没事的。马尔迪尼卡显得有些局促。啊，那个。
罗斯玛丽加快了脚步，快点吧，我们赶快过去。两人穿过阴森的长廊，罗斯玛丽突然停住脚步，警觉地看向前方。利伯特正站在牢房门前，他转过头看向走来的两人，说道：“我们一直在等你。”两人神情严肃地交换了一个眼神。那么我们进去吧。钥匙在锁孔中转动，沉重的铁门被缓缓推开。阴暗潮湿的牢房内，一名女子被粗绳紧紧捆绑在木椅上，她低垂着头，陷入昏迷之中。尤拉哈冷冷地命令道：“马尔迪尼卡，把她弄醒。”马尔迪尼卡低声回应道：“是阁下。”他拎起一桶冰冷的水，对准椅子上的女人猛地泼了过去，水花四溅，瞬间打湿了她的全身。女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。这就是他企图刺杀利伯特殿下的真凶。尤拉哈向前迈出一步：“那天你为什么带着刀出现在花园里？解释清楚。”囚犯大口喘着粗气：“我只是去采花做装饰，带着刀是为了修剪树枝。”尤拉哈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：“下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杀害公主殿下？”那个女人真的是为了人民才这么做的吗？那帝国军和反叛军又算什么？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谈论什么悲剧？所谓的帝国军纵火烧毁了村庄，我听说那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的，整个村庄都被烧光了，我的家人全都死在了那场火里。然而他却说什么为了人民，为了人民的和平。那个女人根本没有权利说这种话。罗斯玛丽突然发出一声嗤笑，捂住嘴，笑得浑身发颤。罗斯玛丽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说是谁下的命令？”女人对着罗斯玛丽怒吼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你又知道些什么？”我当时就在现场，我亲眼看到了那个正在燃烧的村庄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真相。罗斯玛丽沉默地注视着他，因为我曾经也是反叛军的一员。利伯塔殿下的命令，你完全搞错了，那个命令是对方阵营的某个蠢货下的，他们命令小孩子到处放火，而我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。女人咬紧牙关，难以置信地回应道：“什么？这太荒谬了，这不可能！”女人突然失控地大喊起来：“绝不可能，全都是谎言！”罗斯玛丽平复了一下呼吸：“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吧？”尤拉哈看向罗斯玛丽说道：“是的，你该去休息了，罗斯玛丽小姐。”罗斯玛丽猛地转过身，快步穿过昏暗的走廊。马尔迪尼卡站在原地，神情复杂地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。罗斯玛丽提着裙摆在石径上疾行，马尔迪尼卡追了出来：“罗斯玛丽小姐，请等一下！”马尔迪尼卡快步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了罗斯玛丽的手臂：“罗斯玛丽小姐，在继续走之前，先休息一下吧。”罗斯玛丽沉默地低下头：“我失败了。”他坐在一棵大树下的草地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反而是一种解脱。就在我准备放火的时候，利伯塔殿下突然出现了。那个比我还要瘦小的女孩一把夺走了我手里的火把，愤怒地质问我其他人都在哪里。罗斯玛丽伸手摘下一朵粉色的野花。就在我愣在原地的时候，利伯塔殿下骑着马拼命地四处寻找像我这样的孩子，但是那场大火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控制住的。他一直责怪自己，说他没能阻止那场大火。即便如此，当我想要承担责任寻死的时候，也是他救了我。利伯塔殿下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对于当时愚蠢梦想破灭已经失去生存意义的我来说，是他给了我活下去的目标。然而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：“那些混蛋竟敢把罪名推到利伯塔殿下头上，我真该杀了他们。”罗斯玛丽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了激动的情绪：“抱歉，我说了些多余的话，请忘掉我今天说的这些吧。”马尔迪尼卡轻声问道：“你感觉好点了吗？”罗斯玛丽愣了一下，转过头看向他：“什么？”马尔迪尼卡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偶尔把心里的事情说出来，感觉会轻松很多，不是吗？这有助于理清思绪。”罗斯玛丽站起身：“多亏了你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”罗斯玛丽再次微微欠身，随后转身离去。她沉默着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书房内，书桌上堆叠着厚厚的公文。尤拉哈低头看着手中的信件：“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呢？”尤拉哈头也不抬地问道：“你打算像个白痴一样消沉到什么时候？”马尔迪尼卡有些委屈地回应道：“说我是白痴也太过分了吧。”尤拉哈放下公文，侧过头看向他问道：“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开口吗？关于今天发生的事？”马尔迪尼卡叹了口气：“关于今天发生的事，你打算把这些都记入档案吗？”尤拉哈抬起头：“我正在考虑。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”“没什么，只是随便问问。”马尔迪尼卡靠在椅背上，神色显得有些落寞。“我只是觉得在很多方面都挺残酷的，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好像说了一些多余的话。”他微微眯起眼睛，目光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尤拉哈看着手中的文件说道：“没事的，罗斯玛丽小姐是个坚强的人。比起这个，你为什么不去训练场露个面？当你偷懒的时候，我能替你挡下的麻烦也是有限度的。我知道你有很多工作要处理，但是喂，你在听吗？下次训练的时候，哪怕只是露个脸。”尤拉哈停下话语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：“你现在也不是有闲心担心别人的立场。”走廊里传来了轻缓的脚步声。罗斯玛丽推开沉重的房门，缓步走进宽敞明亮的卧室。当她抬起头看向床榻时，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罗斯玛丽轻声说道：“您醒了，殿下。”利伯特正静静地坐在华丽的床榻上，他嘴角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早安，罗斯玛丽。”罗斯玛丽忧心地看着眼前的人：“你确定真的没问题吗？”利伯特微微合上双眼，嘴角带着一丝勉强的笑意，回应道：“我告诉过你了，我没事，只是因为有点累，所以看起来才这样。”
罗斯玛丽并没有因此宽心，她转过身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如果你看起来更憔悴的话，我会立刻去叫医生的。利伯特看着他的背影，轻声安抚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很抱歉让你担心。”罗斯玛丽离开后，利伯特独自坐在原处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窗边，尤拉哈正静静伫立，他手中拿着一束百合花。罗斯玛丽整理着花瓶里的百合花，我已经转告了大公，说你因为太累无法见他，他让我把这些花送给你，还说希望这些花能让你心情好起来。谢谢你，罗斯玛丽。利伯特沉默地凝视着花朵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罗斯玛丽看着利伯特，利伯特，我们要不要去散散步？虽然外面还在下雨，但也许能帮你换个心情。利伯特看着窗外连绵的雨幕，走吧，那我们就出去待一会儿。雨势很大，密集的雨点敲打着庭院里的枝叶。罗斯玛丽撑开一把黑色蕾丝雨伞，遮挡住倾泻而下的雨水。利伯特走在伞下，他面色苍白，神情显得有些恍惚。不远处的空地上，2名年轻的侍卫正冒雨进行剑术对练。因为下雨的缘故，周围几乎没什么人。正在对练的侍卫们察觉到了来人，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。他们神情恭敬地弯腰行礼，向殿下问安。利伯特轻声回应道：“辛苦了。”侍卫们受宠若惊地挺直身体，一点也不辛苦。利伯特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径直走向雨幕深处。罗斯玛丽见状大吃一惊：“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利伯特走出了雨伞遮蔽的范围，任由冰冷的雨水打湿睡袍。罗斯玛丽焦急地喊道：“你该不会打算在这种天气训练吧？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。”利伯特停在雨中，一直躺在房间里，让我觉得坐立难安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勉强自己的。罗斯玛丽独自站在伞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利伯特踩着积水走向武器架，溅起阵阵水花。我没问题，我必须没问题，只要用这个就能证明了。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长剑脱手而出，重重地摔落在潮湿的地面上。远处的侍卫们露出惊愕的神情。罗斯玛丽丢掉了手中的雨伞，不顾一切地冲进大雨中。利伯特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双手指不住地剧烈颤抖。他看着自己的掌心，满眼不可置信，我竟然握不住剑了，手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一个握不住剑的剑士，那我到底算什么？罗斯玛丽冲到近前，一把扶住利伯特的肩膀。利伯特，你还好吗？对你来说，果然还是太勉强了，不是吗？今天就先回房间休息吧。利伯特低垂着头，声音微弱地回应道：“好。”回到室内，罗斯玛丽动作轻柔地往茶杯里注入热茶。罗斯玛丽放下茶壶说道：“请用茶。”利伯特端起茶杯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。我甚至都不记得午饭是什么味道了。我不能一直躲着大公。阿德利亚带来了那么多饼干和蛋糕，让我脑子一片混乱。”罗斯玛丽看这桌上堆积如山的点心，这些东西对我们2个人来说实在太多了，不是吗？利伯特轻轻点头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。”罗斯玛丽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要不要叫罗德尔过来和我们一起？利伯特听后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你能去把罗德尔接过来吗？罗斯玛丽立刻起身回应道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带他过来。”走廊里传来了急促而轻快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。利伯特转过头，眼中带着期待的神采问道：“罗德尔，你来了吗？我一直在等你，快进来，我们一起吃点心吧。”罗德尔正牵着尤拉哈的手，尤拉哈发出一声轻笑。罗德尔正努力塞满嘴巴，脸颊一股一股地咀嚼着点心，他露出满足的神情，大声说道：“真好吃。”罗斯玛丽站在一旁，正细心地为围坐在圆桌旁的几人斟茶。利伯特垂下眼帘，心中泛起一阵苦涩。我并不想以这种样子面对大公，但我必须让他看到我很好。他伸出手想要拿取桌上的点心，指尖却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。伴随着一声轻响，手中的餐具滑落在桌面上。尤拉哈察觉到了异样，你还好吗？利伯特强撑着精神，是的，我没事。尤拉哈看着利伯特苍白的脸色，眼神中流露出几分迟疑与担忧。如果我的出现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。利伯特紧紧攥住裙子，不是那样的，请不要担心。利伯特的瞳孔猛地收缩，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感瞬间席卷全身，让他的大脑陷入一片空白。他的目光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，死死地盯着地面，无法移开视线。一滩巨大的鲜红血泊，利伯特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他紧紧抓着胸口的衣襟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利伯特猛地站起身，手掌重重地按在桌面上，失礼了，我先离开一下。尤拉哈看着他突如其来的举动，担忧地喊道：“利伯特！”罗斯玛丽在身后焦急地呼喊：“殿下！”利伯特在走廊里飞快地奔跑，脚步声在空旷的长廊里回荡。我该去哪里？利伯特在空旷的走廊上奔跑，只要能逃离这种窒息感，去哪里都好。他穿过一根根冰冷的石柱，脚步声在寂静的长廊中回荡，直到他停在一处宽阔的训练场。在能够思考之前，我就已经握起了剑。利伯特咬紧牙关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现在的我已经什么都握不住了，曾经的我甚至无法想象手中没有剑的日子会是怎样。可为什么这双手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？我什么都做不到。身侧巨大的火盆中烈焰升腾，发出噼啪的燃烧声。他停下脚步，死死盯着那团跳动的火焰。没错，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利伯特停在巨大的火盆前，这双手已经不再有用。火焰猛烈地燃烧着，发出令人心惊的噼啪声。利伯特缓缓伸出右手，就在指尖即将触碰火焰的瞬间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将他拽了回去。利伯特整个人撞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。尤拉哈紧紧抓着他的肩膀，眼中满是惊骇与愤怒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利伯特僵在原地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大公阁下，
夜色渐深，窗外的月光穿透雕花窗棂，洒在寂静的室内。尤拉哈将一杯热茶推到利伯特面前，喝了它能让你暖和一点。利伯特双手捧起茶杯，谢谢你，让你看到了我这么狼狈的一面。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我？尤拉哈微微侧过头，神色凝重而深沉。你希望我开口问吗？利伯特紧紧攥着手中的茶杯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说道：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，刚才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举动，大概是那一瞬间被某种情绪彻底吞噬了。我现在能做的，仅仅是勉强让这双手握住这个杯子而已。对于一个只知道如何挥剑的人来说，这难道不觉得很可悲吗？桌上的向日葵已经枯萎凋零，一片枯黄的花瓣悄然滑落，掉在冰冷的桌面上。尤拉哈皱起眉头，反驳道：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一定还有别的路可以走，即便没有了剑，你依然是……不，利伯特猛地站起身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在我还没能理解这个世界之前，我的手里就已经握着剑了。我是在说，那是唯一一件我知道该怎么做的事。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连剑都拿不稳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已经不记得拿起剑之前的任何记忆了，甚至不记得最初为什么要拿起它。即便如此，我曾以为那都无所谓。在我的梦里，我依然被困在那一天，那是鲜血汇聚成池的一天。利伯特看这桌上的茶杯，低声说道：大公阁下，那是你，一定是那个契机，因为失去母亲的创伤而被我封印的记忆，是通过你，我才重新找回了他们。但也正是因为那些记忆，我再也无法握剑了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流泪的原因，因为是你让我睁开了双眼。利伯特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。尤拉哈看着他问道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真的没关系吗？利伯特双手捧着温热的茶杯，我们即将成婚，最好彼此之间没有秘密。虽然现在才说有些晚了，但还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保护和照顾。利伯特抬起头，目光真挚地看向他，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，整个人脱力地向一侧倒去。尤拉哈惊呼一声，殿下！他眼疾手快地冲上前，在利伯特彻底倒下前接住了他。利伯特紧闭双眼，虚弱地靠在他的肩头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他低头看着怀中陷入昏睡的利伯特，眼神变得温柔而深沉，嘴角带着一抹宽慰的笑意。晨光透过高大的落地窗洒进卧室，照亮了华丽的深蓝色床幔。利伯特从宽大的睡床上缓缓坐起，真奇怪，我昨晚是在床上睡着的吗？罗斯玛丽推开房门走了进来，你醒了吗？真是的，你怎么能就那样跑出去？幸好大公阁下把你带回来了。利伯特愣住了，带我回来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罗斯玛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啊，你大概是不记得了，大公阁下趁你睡着的时候一路把你抱了回来。他低声叮嘱过要直接送回房间，因为不想吵醒他休息。利伯特猛地捂住嘴，脸色瞬间涨红。我真的让他那么做了吗？罗斯玛丽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无奈地叉起腰说道，你为什么要露出那种表情？总之从现在起，如果你要去哪里，请务必先告诉我。利伯特低下头轻声回应道，谢谢你，罗斯玛丽。罗斯玛丽露出温柔的微笑，这没什么，我先出去一下。随着沉重的房门被轻轻合上，房间内重新陷入了寂静。利伯特独自坐在床边，缓缓抬起右手，指尖依然在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他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掌，结果还是一点都没变啊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。好的，请稍等片刻。房门伴随着轻微的吱牙声缓缓开启。利伯特抬起头，看到来人时不由得愣住了。啊，大公阁下！尤拉哈微微颔首，脸上带着一抹温和的笑意。你感觉好些了吗？他手中捧着一束盛开的粉色鲜花，背在身后。罗斯玛丽独自走在庭院里，微风拂过树梢，带起一阵沙沙声，几片绿叶从空中飘落。罗斯玛丽停下脚步，沉默地望着前方。利伯特抬起双手，指尖止不住的颤抖。他发出一声轻叹，他的手又在抖了，最近甚至连拿东西都变得困难。罗斯玛丽眉头微蹙，心中满是忧虑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马尔迪尼卡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边，有什么心事吗？罗斯玛丽猛地一惊，急忙转过身，阿卡梅利亚大人。马尔迪尼卡微微低头看向他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。罗斯玛丽有些慌乱地避开视线，对不起，您吓到我了。最近遇到他的次数似乎有些频繁。马尔迪尼卡神色平静地开口说道，是为了殿下的手吧？罗斯玛丽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惊讶，您是怎么什么时候发现的？马尔迪尼卡若有所思地拖着下巴，大概是从我们在训练场的时候开始的吧。训练场？罗斯玛丽双手不自觉地用力攥紧了裙摆。那天他只是单纯的以为利伯特累了，却没想到卡梅利亚大人竟然比我更早察觉到了异样。马尔迪尼卡看着他低落的样子，发出一声轻叹，罗斯玛丽小姐，难道你不觉得殿下是故意想瞒着你吗？他向前走了一步，继续说道，正因为你们的关系亲近，他才不想让你担心。有时候旁观者反而更容易一眼看清这些事情。罗斯玛丽微微点头，他从怀中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递到了罗斯玛丽面前。罗斯玛丽愣了一下，啊，谢谢您。马尔迪尼卡看着他，神色温和地补充道，这块手帕不需要归还，请随意使用吧。罗斯玛丽握着那块柔软的布料，哦，好的，照这样下去，如果我真的开始依赖他了该怎么办？尤拉哈手中捧着一束盛开的浅色花朵，不，我只是想把这个送给你。利伯特看着递到面前的花束，这是……他正要伸手去接，马尔迪尼卡却突然收回了手。哦，请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些花上还有刺，可能会扎伤你，请先稍等片刻。马尔迪尼卡抬起另一只手，解开了头发上的深蓝色丝带，他动作优雅地将丝带缠绕在花茎上。
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您。他目光落在了尤拉哈身上，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波澜。尤拉哈站在他面前，嘴角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记忆中的男孩也是这样。利伯特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发出一声轻叹：啊，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。尤拉哈微微侧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你还记得呀？我原以为你已经彻底忘记了。殿下，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是在先皇后的葬礼上，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雨天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冲刷着墓园里的每一寸土地。那时候的你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象，看着你挺直脊背站在那里，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那一幕对当时的我来说冲击实在太大了。就在我开始好奇那个孩子后来究竟变得怎么样了的时候，利伯特穿着深红色的长裙，双脚轻轻晃动。尤拉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回过头去。利伯特独自坐在庭院的石凳上，双手规矩地搭在膝头。就在那时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你。利伯特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尤拉哈站在不远处，脸上带着稚气未脱的笑容，说道：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，公主殿下。我的名字是尤拉哈·雷斯蒂德·普罗斯塔。利伯特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少年，没有开口回应，气氛一时间陷入了凝滞。尤拉哈站在石凳旁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天气这么冷，您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散散步。他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。尤拉哈被盯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竟然一句话也不肯说。我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。利伯特依旧沉默地坐在长椅上，四周传来了细碎的窃窃私语声。不远处，两名贵族女子正并肩走在花园的小径上，其中一人压低声音说道：说真的，皇帝陛下要拿这么个可怜的东西怎么办才好？另一人紧接着附和道：他那宝贝女儿已经彻底变成哑巴了。他们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。难道我不比一个哑巴公主更优秀吗？也许我该请求陛下收养我才对。尤拉哈猛地转过头，愤怒地看向那些远去的身影，他们怎么敢如此无礼？公主殿下，您千万不要听那些胡言乱语。利伯特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尤拉哈伸出手，坚定地握住了利伯特的小手。利伯特猛地睁大双眼，眼中满是惊愕。尤拉哈紧紧抓着他的手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公主殿下，跟我来。尤拉哈牵着利伯特在草地上疾驰。尤拉哈咬紧牙关，心中满是愤懑，竟然敢在殿下面前说出那种话，绝不能让殿下再听下去了。他猛地转过头，看向身后的利伯特。殿下。利伯特大口喘着粗气，脸色苍白。你还好吗？很抱歉突然把你拉走。他有些局促地环顾四周。殿下请等一下。尤拉哈从怀中取出一块洁白的方巾，用力抖开，铺在了一块平整的岩石上。请坐在这里吧，殿下。利伯特顺从地坐了下来。尤拉哈在脑海中飞快地思索着，就这样站着很尴尬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殿下会喜欢的。尤拉哈在草坡上奔跑着。殿下。他弯下腰，急促地呼吸着说道：请等一下，让我喘口气。他突然直起身子，将一束盛开的鲜花递到利伯特面前。这是送给您的礼物，殿下，您喜欢吗？利伯特愣住了。礼物？尤拉哈单膝跪在草地上，仰头看着坐在岩石上的利伯特说道：我学习剑术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对我来说珍贵的东西，我也希望能保护您，公主殿下，这样您就再也不必听到那些过分的话。利伯特愣在原地，一言不发地望着尤拉哈。我本以为会有回应，但殿下对我的话没有反应，他只是默默地盯着我看。虽然只是转瞬即逝的对视，我却感到心头一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利伯特微微张开嘴唇，谢谢你。尤拉哈猛地睁大眼睛，惊讶地愣在原地。那个声音比蟋蟀的鸣叫还要细微，却清晰地拂过他的耳畔。远处传来一名女仆的呼喊声：殿下！但殿下还没等我回应就离开了。即便如此，一切也还算顺利，因为当他抱着我亲手制作的那束红玫瑰时，殿下最后一次回过头看向了我，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期待，以为我们在未来总会再次相遇。然而一切到此为止了，酒瓶在地上摔得粉碎。这不可能！一名身着华服的男子站在长桌旁，手中紧握着文书。阿尔特亚·克鲁瓦成了皇帝。尤拉哈发出一声轻叹，手不自觉地抚上胸口。我想我恐怕再也见不到殿下了。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的心仿佛在沉下去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真的很想念他。如果有人听到这些，一定会嘲笑我的愚蠢吧。毕竟只是童年时的一次短暂邂逅，那个人的影子却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，所以我总是忍不住在心底偷偷幻想再次见到他的模样。尤拉哈合上手中的书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他是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？有一天，当我想象着殿下微笑时，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件从皇宫送达。这是命令娶公主。尤拉哈看着信纸，嘴角却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虽然怀疑这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，但只要想到能再次见到她，心中便涌起难以抑制的喜悦。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，沉重的靴子踩在石板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然而眼前的她与记忆中完全不同，她满身是血和泥土出现在我面前，锐利的眼睛闪闪发光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尤拉哈躺在床上，没关系，毕竟我们相处的时间那么短暂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虽然内心深处感到失落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那份惆怅也渐渐淡去。她的眼神里曾写满了创伤，仿佛早已迷失了自我。但看到她听我讲故事时坚定了内心，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：或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我们都可以从零开始，重新建立属于我们的回忆。
尤拉哈抬起头，望向窗外昏黄的暮色，说道：“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，您都让我联想到野玫瑰。殿下。”利伯特抱着花束，有些不解地问道：“是因为那些刺吗？”尤拉哈转过身，正对着他：“不是因为野玫瑰，即便是在最荒芜、最贫瘠的土地上，也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。”利伯特愣住了，紧紧抱着怀中的花束。尤拉哈站在华丽的寝殿门前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脸颊微微泛红。房间内，利伯特静静地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，凝视着窗外渐深的暮色。尤拉哈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随后缓缓靠着门滑坐到地上。马尔迪尼卡快步走近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怎么坐在那里？”尤拉哈撑着膝盖站起身：“没什么。”马尔迪尼卡打量着他说道：“哦，是吗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样吧。不过你的头发怎么散下来了？”尤拉哈冷冷地看向马尔迪尼卡：“难道不可以吗？”马尔迪尼卡被他的目光刺了一下，有些迟疑地回答道：“不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……”尤拉哈没有等他把话说完，径直转身走向走廊深处。马尔迪尼卡发出一声轻笑：“说实话，你只是表面上装作冷静，实际上却是个感情用事的人。”尤拉哈迈开脚步，在空旷的房间内走动，堆积如山的公文和卷轴几乎要将桌面淹没。尤拉哈坐回办公桌前，马尔迪尼卡盯着他说道：“听着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以防你还不知道。你知道你最近表现得很奇怪吧？即便是在现在，你也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处理工作，而且每当你面对殿下的时候，你总是会自乱阵脚。”尤拉哈抬手按住额头，闭上眼说道：“你没必要这样一字一句地指出来，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无话可说。”马尔迪尼卡沉默地坐着，尤拉哈看着他，心中暗自感叹：如果我也能像那个人一样冷静就好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尤拉哈收回目光，淡淡地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夜色渐深，窗外的天空已经彻底暗了下来。尤拉哈整理好手中的最后一叠公文，将其整齐地码放在桌上。他站起身，用力伸了个懒腰：“我累坏了。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，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，我恐怕都无法再承受了。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，到此为止吧。”尤拉哈伸手拎起桌上的提灯：“我该回去休息了。”尤拉哈的手搭在门把手上，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吱呀声，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，提灯的火光晃动着，照亮了门后的身影。尤拉哈猛地停住脚步，脸上写满了惊愕：“对不起，殿下。”他快步走上前，提灯的光晕笼罩住利伯特，他的身体好冷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利伯特低着头没有回答。尤拉哈握住他的手：“外面太冷了，请先到屋里来。”壁炉里的火焰跳动着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尤拉哈端来一杯热茶，递到利伯特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热茶，请先暖暖身体。”利伯特接过茶杯，指尖摩挲着温热的瓷壁：“我会心怀感激地喝下的，谢谢你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明天再召见我就好了。”利伯特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：“我只是想单独和你谈谈。我今天早上去看过医生了。”尤拉哈放下茶杯问道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“肌肉和骨骼似乎都没有问题，结果似乎只是心态的问题，真是可悲。”尤拉哈立刻反驳道：“那不是真的。”利伯特微笑着继续说道：“你不需要为我这么担心。”尤拉哈猛地站起身：“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”利伯特被他突如其来的反应惊得微微睁大双眼。尤拉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低下头，声音颤抖着重复道：“我真的很担心您殿下。”利伯特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轻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抱歉，看来我不习惯有人为我担心。”尤拉哈急切地想要解释：“不，对我来说您……”利伯特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比起道歉，我应该先向你表示感谢。”尤拉哈愣住了，有些慌乱地摆手说道：“请原谅，我什么都没做。”利伯特看着他，语气坚定地回应道：“绝非如此。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，对我的帮助比你想象中还要大，无论是很久以前还是现在。”他放下杯子，转过头看向窗外，神色有些迟疑：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些话在你听来会是什么感觉。当我终于从那场无法逃脱的噩梦中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只是单纯的想要见你。”尤拉哈愣住了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“什么？”利伯特继续说道：“每当我见到你，那种曾经紧紧压抑在心头的窒息感，似乎终于开始重新流动了。虽然我很抱歉，但我似乎比自己预想中还要依赖你。”他从怀中取出一件东西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尤拉哈看着那条蓝色的丝带：“殿下，这是……”利伯特低头看着手中的丝带：“每当我想要丢掉它的时候，心里的某个角落就会隐隐作痛，我始终无法狠下心把它扔掉。现在我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。”他将丝带紧紧握在胸口：“这是我们小时候你送给我的礼物。很抱歉，我之前一直没能想起它，但是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无论如何，我今天都想把这些话告诉你。”尤拉哈看着他那张带着温和笑意的脸庞，心中泛起一阵涟漪。原来殿下也一直记得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许下了2个承诺。第一个承诺是偶尔抽出时间来交谈，第2个承诺是……利伯特看向尤拉哈说道：“祝你有个好梦。”尤拉哈露出温柔的微笑，回应道：“也祝你有个好梦，利伯特。”利伯特挥了挥手，转身走向门口。尤拉哈站在原地，注视着他离开的身影。“我们还约定了要直呼对方的名字。”阳光洒在凉亭里，利伯特与尤拉哈相对而坐。利伯特端起茶杯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想是时候谈谈婚礼的事了，你觉得呢？”伊泽里斯和马尔迪尼卡猛地转过头，神色显得有些慌乱。一旁的罗斯玛丽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。尤拉哈，伊泽里斯盯着利伯特：“那么，所以你们决定直呼对方的名字了？”他转头看向尤拉哈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：“有理。”
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近了？尤拉哈端着茶杯，神色平静地回应道：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是注定要结婚的关系。利伯特继续说道：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甚至都没有称呼过对方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决定先从这一点开始。他垂下眼帘，语气变得有些迟疑。不过，关于婚礼的事，我其实还没有考虑太多，我不希望给民众增加负担，所以想办得简单一些。尤拉哈，你觉得呢？尤拉哈提议道：在收获季之前举行婚礼怎么样？我们也需要向皇帝递交相关文件。伊泽里斯有些迟疑地问道：收获季？那很快就要到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罗斯玛丽身体前倾说道：只要你们2个人都没意见，不就足够了吗？利维特爵士对婚礼的事其实并不太了解。伊泽里斯双手抱胸，神情自信地回应道：在这里的人当中，我才是最了解婚礼的人。马尔迪尼卡微笑着调侃道：毕竟你是个已婚人士。利伯特惊讶地捂住嘴，罗斯玛丽更是瞪大了眼睛：利维特大人，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伊泽里斯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：大约1年半以前吧。这真的很令人惊讶吗？罗斯玛丽看着伊泽里斯说道：我想也是。伊泽里斯有些尴尬地摸着后颈：原来我在你们心里是这种形象。他轻咳一声：总之，如果要在收获季之前举行婚礼，我们就要抓紧时间了。伊泽里斯低头思索着，既然利伯特要成为大公夫人，除了婚礼本身，还会有加冕仪式、招待会、晚宴，甚至还有舞会，要准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如果非要在收获季之前完成，恐怕会非常辛苦。利伯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确实如此。不过，利维特大人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罗斯玛丽也凑了过来：我也很好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伊泽里斯愣在原地：哈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利伯特理所当然地说道：我当然好奇，我很想见见他。罗斯玛丽也跟着点头说道：我也是。利维特大人，我们能见见他吗？一旁的马尔迪尼卡语气悠哉地插话：恐怕很难办到呢。伊泽里斯神色慌张地喊道：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事突然变成了关于我婚姻的讨论？书房内，桌上堆满了厚重的书籍和卷轴。利伯特长舒了一口气：辛苦了。坐在一旁的尤拉哈微笑着回应道：辛苦了，利伯特。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决定，我们需要做的也很多。我想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进行。辛苦了。站在桌边的阿德利亚微微躬身回应：公爵大人，我会在今天结束前写好报告。他直起腰，单手托着脸颊：天哪，我感觉头都要炸了。顺便问一下，关于礼服该怎么办？利伯特看着他：不能直接穿我们现有的那件吗？阿德利亚露出为难的神色：这样真的好吗？大公夫人，这毕竟是您的婚礼。哦，那把现有的那件改一改怎么样？利伯特微微点头回应道：修改一下确实没问题。尤拉哈接着问道：城堡里有现成的礼服吗？有的，尤拉哈，是你母亲留下的礼服。利伯特猛地睁大双眼，眼中充满了震惊。那不是很久以前的衣服了吗？还能修改吗？阿德利亚神色平静地回应道：没关系，保存得很好，我最近刚检查过。既然是你母亲留下的礼服，我会负责缝纫的工作。利伯特有些不安地看向尤拉哈，问道：你确定吗？就这样把遗物拿来穿真的没关系吗？尤拉哈转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没关系，我其实很希望利伯特能穿上它，当然前提是那件礼服的状态确实良好。利伯特低下头，双手紧紧攥住裙摆，神情显得有些复杂。尤拉哈继续说道：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必须符合利伯特的心意。既然提到了这件事，我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？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。婚礼结束后，你大概会搬进那间代代相传的夫妻套房。自从前任大公夫人去世后，大公和妻子曾居住的那间房就一直空着，虽然还需要大量的修整工作。他们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停下脚步。阿德利亚走上前，握住冰冷的金属，把手用力一拧，伴随着沉重的摩擦声，房门缓缓向两侧开启。房间本身很大也很整洁，既然礼服就存放在这里，你应该亲眼看一看。这里采光很好，很温暖，是个不错的房间，对吧？利伯特注视着那些被遮盖的陈设，确实如此。尤拉哈环顾着这间宏大而寂静的居室，原来这里以前是这个样子的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利伯特转过头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房间，在我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就去世了，从那以后，这间房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。等我懂事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被锁起来了。利伯特沉默了一瞬，低声回应道：原来是这样。尤拉哈看着他，语气温和地宽慰道：这只是过去的故事了，别太放在心上。抱歉，这些话让你感到困扰了吧？利伯特猛地抬起头，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啊不，我只是……就在这时，房间深处传来了阿德利亚兴奋的声音：我找到礼服了。利伯特像是找到了逃离尴尬的借口，急忙转过身说道：我现在就过去。尤拉哈独自站在窗边叹了口气，他沉默地注视着前方，眼神中透出一丝难以言说的深沉。阿德利亚掀开覆盖在礼服上的白布，我简单检查了一下，状态看起来还不错。利伯特注视着眼前的礼服，阿德利亚将礼服移至窗边，阳光洒在精致的布料上，现在在阳光下看是不是更漂亮了？利伯特轻声回应道：确实如此。阿德利亚看着礼服问道：您决定好了吗？利伯特端详着礼服的细节，虽然设计感觉有些过时了，我们可以请罗斯玛丽小姐帮忙修改一下。这件礼服对尤里来说是珍贵的传家宝，但对我而言它同样意义非凡，因为这件衣服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。如果她能重见天日，我想我也会感到很幸福。利伯特垂下眼眸，目光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尤拉哈看向阿德利亚问道：
我可以再考虑一下别的事情吗？阿德利亚回应道，时间相当紧迫，所以请务必在明天之前做出决定。尤拉哈点了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阿德利亚心里说道，那么殿下请慢慢考虑，决定后请告诉我。利伯特轻声说道，谢谢你。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利伯特，你又在担心什么吗？利伯特闭上眼睛叹了口气，看来还是瞒不过你的眼睛。他注视着那件礼服，我只是在想自己是否配得上穿这么漂亮的裙子。你的母亲一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，也一定深受子民们的爱戴，我担心这份荣耀会毁在我的手里。利伯特猛地回过神来，抱歉。尤拉哈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利伯特的脸颊，你刚才是在想别的事情吗？利伯特有些惊讶地看着他问道，你在做什么？尤拉哈看着他说道，利伯特想的太多了。利伯特微微皱眉反问，你是不是说的太轻松了？尤拉哈注视着他，尽管如此，像这样忧心忡忡的利伯特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。我保证那件礼服一定会非常适合利伯特，况且并没有什么规则或资格规定了大公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即便真的有那些标准，利伯特也绝不会逊色。利伯特听着这些话，神情有些动摇。尤拉哈伸出手轻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，所以能不能请你放宽心去面对这件事？这是我的请求。尤拉哈微笑着看向他，你会答应我的对吧？利伯特沉默地注视着尤拉哈，眼中泛起复杂的情绪。我会努力的。最终，我决定穿上前大公夫人留下的礼服，并紧急拜托罗斯玛丽和阿德利亚进行修改。罗斯玛丽看着利伯特说道：“由我来修改这件礼服吗？这是一个秘密，所以您绝对不能偷看。关于如何修改这件礼服，罗斯玛丽对我守口如瓶。”利伯特独自坐在桌前，手中紧握着一本书。尤拉哈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：“这是我的请求。”即便听到了那些话，他心中依然感到不安。这场由皇帝下令的政治联姻，让他能够理解那些怀疑的目光和流言蜚语，甚至之前还遭遇过袭击，而且起初就连他自己也不信任他的善意。事情很复杂。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：“殿下，我是伊泽里斯，可以进来吗？”利伯特收起思绪，回应道：“请进。”房门被推开，伊泽里斯迈步走进屋内。“晚上好，殿下。”伊泽里斯环顾四周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罗斯玛丽小姐不在吗？”利伯特解释道：“她为了修改典礼要用的礼服，暂时出去了。”原来是这样。伊泽里斯走进机部问道：“实际上，您明天有空吗？”利伯特有些意外。“明天？”伊泽里斯继续说道：“我告诉妻子，您邀请了我们，她回信说明天立刻就可以见面。”利伯特露出微笑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快接受邀请，我很开心。”他开口问道：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伊泽里斯猛地回过神来，显得有些慌乱。“是啊，不，我是说……”他避开利伯特的视线，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。伊泽里斯突然深深地低下了头。“对于上次发生的事情，我深感抱歉。”利伯特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“伊泽里斯，你在说什么？”“他是在说我昏迷不醒时的那件事吧？看来他一直把那件事放在心上，从未忘记。”伊泽里斯猛地抬起头，即便殿下已经不记得了，那依然是我的过错，所以我必须正式向您道歉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殿下。利伯特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温柔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能这么说我，反而很感激。”伊泽里斯愣愣地看着利伯特的笑容。“殿下。”利伯特微微侧过脸说道：“太让人害羞了，别再说了。”伊泽里斯，嘿，您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兴奋与羞涩中。您刚才是不是直接叫了我的名字？我本来就很嫉妒您只叫尤里的名字。利伯特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无奈地笑了笑，甚至还嫉妒吗？我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伊泽里斯不依不饶地跟在后面喊道：“殿下！”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甜点和蛋糕。罗斯玛丽看这时中说道：“真奇怪，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为什么还没来呢？”利伯特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轻声安抚道：“再等一等，他们会来的。”罗斯玛丽有些担心地猜测，也许是迷路了。他们说自己在城堡工作，按理说不应该迷路才对。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房门被猛地推开。“殿下，真的很抱歉，我迟到了。”利伯特放下茶杯说道：“没关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是伊泽里斯的？”卡罗塔站直身体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“我是卡罗塔，利维特，是伊泽里斯的妻子。”茶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点心。利伯特和身旁的罗斯玛丽露出惊讶的神色。“所以你一直跟着伊泽里斯？你真的这么做了？”卡罗塔看着眼前的两人问道：“这真的很令人惊讶吗？”罗斯玛丽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我想是的。你能多告诉我一些吗？关于你们两个是怎么相遇的？”卡罗塔微微垂下眼帘，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“这个嘛，你看，当我的村庄在怪物的袭击中燃烧时，是他救了我。火光冲天，巨大的怪物身影笼罩在废墟之上。卡罗塔孤身一人站在火海中，仰望着那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。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巨兽张开布满利齿的血盆大口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猩红的舌头在空气中扭动。他挥动巨大的利爪，带着毁灭的气息猛然拍下。卡罗塔紧紧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。预想中的冲击并未到来，卡罗塔颤抖着睁开双眼，他看到一个宽阔的背影挡在身前，他脸上的那道伤疤是为了保护我才留下的。利伯特露出愧疚的神色说道：“抱歉，感觉我不经意间让你提起了痛苦的回忆。”卡罗塔坐在沙发上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所以我现在很好。”
他眼神中流露出温柔的情绪。而且多亏了那次意外，我才能遇到伊泽里斯。卡罗塔轻轻抚摸着手腕上的链饰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利伯特注视着他的动作，问道：“那个手链是？”卡罗塔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，这是伊泽里斯送给我的礼物。伊泽里斯大人真是……”马尔迪尼卡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后，在这方面意外的体贴呢，不是吗？罗斯玛丽下意识地回应道：“确实是。”他猛地转过头，对上了马尔迪尼卡那双带着笑意的眼睛。“卡梅利亚大人。”马尔迪尼卡闭着眼微笑：“打扰了，我希望能加入你们的茶会，顺便问一下，你们两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？”罗斯玛丽有些局促地解释道：“殿下就是这么称呼他的，所以我只是跟着这么叫而已。”马尔迪尼卡微微眯起眼睛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：“殿下是这么叫的吗？”罗斯玛丽无奈地喊道：“马尔迪尼卡，天哪，又是伊泽里斯派你来的吗？”马尔迪尼卡发出一阵轻笑：“哈哈，被你发现了。他确实让我来看看你。他说你见到殿下一定会太兴奋，结果又会在课上迟到。”卡罗塔反驳道：“说实话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才不会迟到，还有很多事。”马尔迪尼卡在一旁提醒道：“已经11点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卡罗塔掏出怀表看了一眼，哎，他猛地跳了起来，发出一声惨叫：“我要迟到了！”马尔迪尼卡微笑着调侃道：“看吧，你连自己的日程安排都搞不清楚。今天的课是12点开始。”卡罗塔恍然大悟地拍了拍额头：“啊，对哦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”利伯特转过头，疑惑地看向卡罗塔，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你说的课是指什么？”卡罗塔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哦，我在教那些因为怪物袭击而失去家人的孩子们，教他们如何生存下去，比如教他们读书识字，或者帮他们找到未来想做的事情。”卡罗塔垂下眼帘，轻声说道：“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年幼的自己，我实在无法做事。不管。”他抬起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：“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”利伯特注视着他，回应道：“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”一旁的罗斯玛丽也点头附和：“我同意，为他人采取行动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，但你为了他们迈出了那一步。卡罗塔，我相信这就是你内心善良的证明。”卡罗塔愣住了，沉默了片刻。能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站起身，向两人微微致意：“谢谢你们邀请我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如果殿下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再次拜访吗？”利伯特温柔地注视着他：“随时欢迎你，请务必再来。”罗斯玛丽挥了挥手说道：“下次见，卡罗塔。”马尔迪尼卡走到卡罗塔身边，微笑着提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送卡罗塔出去吧。”卡罗塔转过身，向利伯特挥手告别：“下次见，殿下。”马尔迪尼卡走在卡罗塔身侧，两人穿过宽敞的长廊。“他会在你离开前见你一面，对吧？”卡罗塔目视前方说道：“你其实没必要特意过来的。如果他真的那么担心，从一开始就该直接进来。不对，实际上你刚才一直在偷听，对吧？你之所以现身，只是因为担心我会说出多少不该说的话。”马尔迪尼卡微微侧过头，语气轻松地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”卡罗塔紧紧咬着牙关：“自从你受伤之后，你就辞去了副团长的职务，也不再担任副官了。从那以后，你就一直强迫自己这样微笑。难道你不觉得累吗？就这样把一切都藏起来，整天戴着那副虚伪的面具。还有你的眼睛。”马尔迪尼卡转过身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无懈可击的微笑。“好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停止这个话题了？在这座城堡里，到处都是耳目。”卡罗塔低着头，长发遮住了他的神情。“别以为你能永远瞒下去。”卡罗塔拎起手边的皮箱，头也不回地迈开脚步。马尔迪尼卡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目送着那个远去的背影。他微微垂下头，眼神变得冰冷而阴沉。在城堡的另一处，利伯特正专注地端详着眼前的花簇。这很难抉择，两种都很漂亮。阿德利亚捧着一大束鲜花，建议道：“白玫瑰通常是婚礼的传统选择，但最近色彩鲜艳的花朵也非常流行。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，殿下？”利伯特看着眼前的花束，这确实是个艰难的选择。不过说到花的话，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叩门声。利伯特转过头看向房门：“请进。”沉重的木门被缓缓推开，尤拉哈迈步走进房间。“利伯特，原来你真的在房间里？难道说你现在是在进行什么寻宝游戏吗？这是你喜欢的事情吗？”利伯特愣在原地，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。“是的。”尤拉哈和利伯特并肩走在长廊中。利伯特低头思索着，虽然是因为听说是寻宝游戏才跟过来的，但到底在找什么呢？既然被称为宝物，应该是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吧，比如那种蕴含着强大魔力的龙之类宝石。尤拉哈察觉到了同伴的沉默。“利伯特，你在深思什么呢？”利伯特回过神来，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啊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那个宝物到底会是什么。既然是寻宝游戏，如果宝物的身份一直是个秘密，不是会更有趣吗？”尤拉哈露出有些困扰的神色。“啊，我明白了，其实真相是……”他凑近利伯特，压低声音解释道：“我们要找的是大公夫人的王冠和印章戒指，这些是婚礼上必须用到的东西。”利伯特停下脚步：“王冠和印章戒指，在我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就把大公夫人的王冠和印章藏了起来。如果他当时能写下存放的位置就好了。我想是因为他在极度悲愤之下做出的决定，所以才没有留下任何记录。”利伯特沉默地听着，手指下意识地搅在一起。尤拉哈观察着他的反应：“你是不是因为宝物不如预想中那样而感到失望了？”利伯特立刻摇了摇头：“怎么会呢？完全没有，倒不如说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行动。这确实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寻宝游戏，不是吗？”尤拉哈看着利伯特的笑容，神情也随之放松下来。
但他随即又皱起眉头，但这确实很麻烦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被放在了哪里啊！我有一个怀疑的地方。利伯特问道：“是金库吗？”尤拉哈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他很有可能把东西放进了金库。金库就在这条路的尽头。”两人继续沿着走廊前行，墙上挂着一排精致的肖像画。利伯特的目光被其中一幅吸引，这位是……尤拉哈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那是我的父亲，他是个非常严厉的人，不过也多亏了他，我才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处理工作。利伯特凝视着画中男人的面容，这个人是你的父亲？奇怪，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？尤拉哈察觉到利伯特的异样，笑着调侃道：“比起我，他看起来更像马尔迪尼卡，不是吗？”利伯特猛地一惊，啊！尤拉哈竖起一根手指，耐心地解释起家族关系，因为马尔迪尼卡是我的堂弟，我父亲的亲妹妹就是马尔迪尼卡的母亲。利伯特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尤拉哈转过身，指着旁边另一幅肖像画说道：“然后这一位是他身边的，我的母亲，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人。看来尤拉哈长得很像他的母亲，是这样吗？”尤拉哈微微一笑，语气变得轻快起来。那么我们要继续寻宝游戏了吗？利伯特爽快地答应道：“没问题。”两人穿过长廊，来到一扇巨大的金属门前。利伯特仰头望着这扇巨门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。坦白说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打开这扇门。他抬起左手，指尖戴着一枚镶嵌着硕大宝石的戒指。利伯特注意到那枚戒指，那枚戒指是……尤拉哈解释道：“这是龙之类宝石，它也是开启这里的钥匙。只有大公和大公夫人的印章戒指才能作为这里的钥匙使用。”他将戴着戒指的手按向大门中心的圆盘，随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锁芯转动，沉重的大门缓缓向两侧开启。内部积攒的尘埃在光束中飞扬，门后的空间豁然开朗。巨大的仓库内整齐堆放着无数木箱与杂物。利伯特环视着这片广阔的区域说道：“这里比我想象中还要宽敞，看来想找到东西并不容易。”尤拉哈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回应道：“哈哈，我同意，这确实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我们要不要先分开行动，分别搜索左边和右边的区域？”利伯特爽快地答应道：“好，如果我找到了就叫你。”1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，2个小时也随之流逝，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完全找不到啊！在这么宽广的地方，到底要怎么才能找到那2样东西？利伯特在杂乱的货架间穿行，突然他的目光锁定在高处的一个木箱上，也许就在上面的那个盒子里。利伯特走上前去，踮起脚尖，伸长手臂，努力向那个位置够去，差一点就能碰到了，只要再往上一点点，抓到了，只要把这个拉下来，然后……沉重的木箱和上方的水桶瞬间失去平衡，伴随着剧烈的晃动，从高处呼啸着砸落。他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抬起手臂护住头部，等待着冲击的降临。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未发生。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，发现那些原本要砸在身上的重物竟然全部悬浮在半空中。尤拉哈正站在他身后，手向虚空中伸出，操控着那些危险的坠落物。此时的尤拉哈面容发生了诡异的变化，细密的龙鳞从他的脸颊和颈部浮现，他的眼睛像蛇一样变化。利伯特轻声地喃道：“尤拉哈！”悬浮在空中的木箱与杂物猛然坠地，发出一阵沉重的碰撞声。利伯特看着他的背影，迟疑地开口问道：“尤拉哈，刚才那是？”尤拉哈蹲下身子，一边整理着地上的杂物，一边回应道：“你没受伤就好，我会把上面也处理好的。首先得先把这里清理干净。”利伯特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抚过尤拉哈的脸颊，触碰着那些尚未褪去的冰冷鳞片。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但现在看来并不是。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吗？尤拉哈沉默地垂下眼帘，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你之前说过，最好不要有秘密，对吧？利伯特注视着尤拉哈，他脸上的鳞片已经消失了吗？尤拉哈环顾四周，虽然这里不太适合谈论这种话题，但或许在这里反而更好。这关乎我的血统。如你所知，诺德高度依赖魔法，管理流入诺德的所有魔力，即便是最出色的魔法师也无法做到。但显然我的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。自母亲去世后，我便一直承担着这份责任。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，是因为诺德北方的统治者，那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，一个纯粹由魔力构成的存在。我的母亲就是那个生物的孙女，换句话说就是龙。利伯特若有所思地垂下眼帘，原来是这样。即便他倾注了如此庞大的魔力，对他的身体也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吗？尤拉哈摇了摇头，虽然我不能完全确定，但我目前感觉还好。利伯特抬起头目光落在他的脸上。那么刚才那个样子，尤拉哈解释道，如果我一次性使用了超出负荷的魔力，身体就会发生那样的异变，不过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。利伯特沉默地注视着他，尤拉哈被盯得有些局促。利伯特长舒了一口气，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。那就好，身体看起来确实没什么大碍，而且他似乎也没有撒谎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，说道：“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，然后再去仔细找找看吧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们要错过晚饭时间了。”尤拉哈猛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等一下，利伯特停下脚步。尤拉哈，怎么了吗？尤拉哈紧紧攥着他的手腕。不是那样的，利伯特，你难道没有更多想问我的吗？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，如果这场婚姻现在已经失效了呢？尤拉哈，利伯特轻声唤着他的名字，伸出双手捧住了他的脸颊。尤拉哈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惊讶。你对我撒过谎吗？尤拉哈猛地一颤，慌乱地回应道：“不，我没有。”
利伯特捧着他的脸颊，继续追问：“那么你是否曾对我表现得不诚实，或者在我面前伪装成某种并非真实的模样？”尤拉哈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他的脸离得太近了，他紧闭双眼，大声喊道：“没有！”阁楼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。尤拉哈慢慢睁开眼，利伯特露出一抹微笑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没问题了。”尤拉哈愣在原地，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低下头，避开了那道让他心跳加速的视线。在看到那种样子之后，你难道一点都不介意吗？你难道不觉得担心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流淌在你身体里的血液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，毕竟那依然是你，不是吗？尤拉哈猛地屏住呼吸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利伯特像是发现了什么，俯身向杂物堆深处探去。啊，我找到了！他从角落里捡起一枚精致的戒指，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枚印章戒指吗？我们终于找到了，公章应该就在附近。呼，尤拉哈低头轻笑出声。或许是因为刚才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，我看着利伯特那出人意料的反应，笑意怎么也止不住，以及这枚在关键时刻突然出现的戒指，仿佛过去的一切都不再重要。窗外突然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雷鸣。在城堡深处昏暗的房间里，传出急促的喘息声和痛苦的咳嗽声。原本插在花瓶里的白色花朵散落一地，一个身影正死死掐住马尔迪尼卡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压制在身下。马尔迪尼卡因为窒息而满脸通红，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破碎的声音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压在他身上的身影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：“呼，马尔迪尼卡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问我是谁？当然是我呀，尤拉哈·普罗斯塔。”马尔迪尼卡被死死掐住喉咙，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感到情况不妙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一名银发男子冲进房间，怒喝道：“尤拉哈，这骚乱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看清眼前的景象后，神色瞬间变得惊恐。尤拉哈，他立刻对身后的随从下令：“快把尤拉哈和马尔迪尼卡分开！”随从们齐声应道：“是，大人。”尤拉哈微微侧过头，冰冷的目光扫向门口的人群，碎裂声在房间内炸响。两名侍卫紧紧架住尤拉哈的胳膊：“少爷，请冷静一点！”尤拉哈愤怒地咆哮：“你们这些混蛋，放开我！我叫你们放开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对我动手？”尤拉哈的身体突然一软，整个人失去了支撑。侍卫惊恐地喊道：“少爷失去意识了，请醒一醒，少爷！”银发男子快步上前，一把将昏迷的尤拉哈横抱起来。他神色凝重，带着随从迅速离开房间。尤拉哈静静地躺在宽大的床铺上，双眼紧闭，面色苍白。银发男子站在床边，俯视着昏睡中的尤拉哈，一只手轻抚在尤拉哈的手背上。马尔迪尼卡神情忧虑地注视着昏睡中的人。我还是一点都不明白，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尤里会突然做出那种疯狂的行为？尤拉哈在睡梦中发出一声低吟，眉头紧锁，随后缓缓睁开了双眼，视线逐渐清晰。父亲，马尔迪尼卡。尤拉哈撑着身体坐起来。这时，马尔迪尼卡走上前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”尤拉哈愣住了：“好点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”记忆的碎片猛然撞击着大脑，心脏剧烈跳动起来。我竟然真的想杀了马尔迪尼卡吗？尤拉哈一声急促的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合下床，你需要更多的休息。一只手稳地按在马尔迪尼卡的肩头。叔叔，尤拉哈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尤拉哈的手指下意识地抓紧了被褥。我14岁了。男人闭上双眼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随后他猛地转过身，对身旁的侍从下令道：“准备一艘船，我们要立刻去一个地方。”侍从恭敬地低头回应：“明白了。”马尔迪尼卡不安地追问道：“叔叔？”男人没有回头，准备好了就出来。尤拉哈，巨大的飞艇悬浮在冰封的山脉上空，下方是陡峭嶙峋的冰岩，一条狭窄的石阶蜿蜒向上，直通向山腹深处神秘的洞口。尤拉哈趴在飞艇的边缘向下望去，狂风吹乱了他的长发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尤拉哈踩在厚重的积雪中，发出清脆的咯吱声。他紧紧裹着披风，跟在父亲身后走向那座巨大的岩石洞穴。两人停在洞口前，父亲转过身看着尤拉哈说道：“你所有的疑问，答案都在里面，进去吧。”尤拉哈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他看着幽暗的洞穴，又看向父亲：“什么？那您的父亲？”父亲沉默地注视着他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“我会在这里等。”这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突然，前方亮起了一抹微弱的光，随着他的深入，那光芒愈发耀眼，直到一座巨大的冰晶簇出现在眼前，无数晶莹剔透的冰棱从地面升起，交织成一片璀璨的森林。好美！你是埃尔西塔的孩子。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在空旷的洞穴中回荡。尤拉哈猛地睁大双眼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母亲的名字？蓝色的烟雾从冰晶缝隙中溢出。尤拉哈惊恐的后退。你是谁？可怜的小家伙，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还只是个小小的婴儿。一只巨大的覆盖着冰冷鳞片的利爪从雾气中探出，重重地扣在岩石上。人类长得可真快，人类的生命转瞬即逝，就像你的母亲那样。尤拉哈僵在原地，呼吸几乎停滞。不可能，这难道是真正的龙吗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孩子。我是内斯蒂尔特，这座山的主人。啊，不！内斯蒂尔特巨大的龙目微微转动，庞大的身躯开始发生变化，光芒在洞穴中交织，巨龙的轮廓逐渐收缩，最终化为人形降落在尤拉哈面前。内斯蒂尔特微笑着说道：“为了面对我的孙子并与你交谈，
我想这个样子会更合适一些。尤拉哈仰头望着他，一时间失去了言语。内斯蒂尔特继续问道：“那么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？”“我的孩子，孙子。”尤拉哈喃喃自语。“那么你就是？”内斯蒂尔特俯视着他回应道：“没错，我是你母亲的母亲，也就是你的祖母。很高兴能在这么久之后见到你，或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已经能够掌控诺德所有的魔力回路了，真是了不起。你确实是我的孩子。”尤拉哈陷入了沉默，声音中透入迷茫。“那么我该如何定义自己？既不是龙，也不是人类。”内斯蒂尔特看着困惑的少年说道：“你似乎很混乱，但定义你的存在并不是我的任务。人类与我的血脉在你体内交融，这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和感悟。天拿你的魔力已经变得紊乱了，随着你成年，流淌在你体内的魔力已经迷失了方向，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强大到人类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。”尤拉哈猛地一颤，脸色变得苍白。“那么我差点杀掉我的朋友，也是因为这个吗？”内斯蒂尔特注视着尤拉哈说道：“因为我们轻视人类。”寒风在冰川间猛烈刮过，尤拉哈抬手遮挡着风雪，艰难地稳住身形。内斯蒂尔特声音清晰地回荡在他耳边：“无论何时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就来找我。”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尤拉哈走入室内，神色显得有些疲惫。他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前方，马尔迪尼卡正站在走廊尽头等着他。尤拉哈轻声唤道：“马尔迪尼卡！”马尔迪尼卡转过身看这归来的尤拉哈：“我一直在等你。所以你是龙族混血，而且从现在开始，那种像发作一样的状况会经常发生吗？听起来简直就像小说里的故事。”尤拉哈侧过脸，神色有些落寞。“我想也是，很难让人相信吧。”马尔迪尼卡转过身，伸手温柔地抚摸着尤拉哈的长发。“我为什么不信呢？你不是那种会拿这种事撒谎的人。”尤拉哈感受着指尖的温度，轻声问道：“你不怕我吗？我甚至都不是人类。”马尔迪尼卡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捂着嘴调侃道：“扑我？怕你？”尤拉哈有些恼火地撇过头，这反应还真是让人不爽。马尔迪尼卡收起笑意，总之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无论你是龙是人类，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存在，你就是尤拉哈。你只是你自己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在你做出任何不可挽回的行为之前，我一定会阻止你。马尔迪尼卡从未违背过那个诺言，每当我动摇的时候，这个承诺总是能让我重新找到立足之地。而现在，利伯特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。果然，皇冠也在这只盒子里。利伯特从木盒中捧起那顶镶满宝石的皇冠，它真的很漂亮。既然寻宝游戏已经结束了，这枚戒指和这顶皇冠现在都属于你了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。我原本没有任何结婚的打算，更不想把这流淌在体内的诅咒之血传给任何人。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就在我眼前出现，说着和那个曾经紧紧抓住我的朋友一样的话？既然宝藏已经找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辛苦了，尤拉哈。尤拉哈也笑着点了点头。辛苦了，利伯特。利伯特走在长廊上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啊，对了，我也能见见他吗？尤拉哈停下脚步，脸上露出一丝困惑。你指的是谁？利伯特理所当然地回答道：“就是你提到的那条巨龙，你的祖母。”尤拉哈猛地僵住。你说什么？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外墙上，几只飞鸟掠过高耸的尖塔，庭院里的喷泉在静谧中流淌。你，尤拉哈整个人无力地趴在沙发上，背影显得有些颓丧。马尔迪尼卡走上前，无奈地问道：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尤拉哈缓缓抬起头看向马尔迪尼卡，沉默了片刻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，马尔迪尼卡。尤拉哈重新趴回沙发。马尔迪尼卡皱起眉头。现在我感到被冒犯了。你想喝杯茶吗？或者需要来点更带劲的东西？尤拉哈低声说道。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现在没心情听笑话。你知道吗？关于利伯特想见祖母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马尔迪尼卡愣在原地，疑惑地反问道。什么祖母？他猛地反应过来，神情变得有些惊慌。别告诉我你说的是那条龙。你把一切都告诉殿下了吗？他是怎么说的？尤拉哈依然趴在长椅上，其实没说什么。利伯特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别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殿下面前发作了？尤拉哈微微侧过脸，神情显得有些颓丧。不是那样的。马尔迪尼卡叹了口气。你真是的，明明只要说你母亲是个魔法师就行了，为什么非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？尤拉哈侧过头，眼神中透着一丝柔和。他说这并不会改变我是谁，只要这一点就足够了。比起我血管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，他说更重要的是他是否能信任我。利伯特，这就是他告诉我的话。马尔迪尼卡看着他那副失神的样子，你现在的表情完全就是一个陷入爱河的男人。尤拉哈猛地愣住，整张脸瞬间长得通红。他随手抓起一个靠枕扔向马尔迪尼卡。我都说了，我没心情开玩笑。马尔迪尼卡被他的反应逗得哈哈大笑。开玩笑的啦，我们真的要去喝一杯吗？好吧。利伯特低头看这桌上的一枚戒指，戒指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，自己戴上的话感觉好尴尬，如果把它收在某个地方，总觉得怪怪的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亮了起来。啊，不是还有那个办法吗？他找来一条细长的银色链条，将戒指穿了过去，变成了一枚精致的项链坠子。利伯特将链条绕过颈后，指尖熟练地扣好搭扣。他看这镜中的自己，手掌轻轻抚过胸前的坠子，比想象中要沉重一些。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利伯特猛地回过神，看向房门的方向。门外的人低声说道：“是马尔迪尼卡。”利伯特急忙走向门口。啊，请稍等一下。他
他伸手推开房门，马尔迪尼卡站在门前，微微躬身说道：“晚上好，殿下。有一条口信，说明天午饭后他会在飞艇停靠站等您。是由拉哈传来的消息吗？”他露出温和的笑容，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这么晚了还辛苦你跑一趟。”马尔迪尼卡询问道：“需要我明天来接您吗？”利伯特轻轻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。”马尔迪尼卡再次躬身行礼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那么，他的目光在利伯特的颈间停留了一瞬。马尔迪尼卡没有多言，径直走向门口。利伯特站在原地，心中感到一丝异样。马尔迪尼卡停下脚步，你为什么要相信尤拉哈的故事啊？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利伯特垂下眼帘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不相信尤拉哈会撒谎，而且我相信马尔迪尼卡爵士也清楚这一点。”马尔迪尼卡沉默了片刻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我明白了，很抱歉问了这么奇怪的问题。祝您晚安，殿下。”他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迷茫。第二天午后，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巨大的飞艇已经扬起白帆，在停靠站静静等待出发。尤拉哈早已等候在甲板的舷梯旁，利伯特如约而至。他停下脚步，望向前方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，眼神中透着迎接的喜悦。尤拉哈看着利伯特，也随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我们要出发了吗？尤拉哈握紧他的手，不会花太长时间的。飞艇缓缓脱离了停靠站，巨大的白帆在风中鼓胀，向着远方的天际驶去。利伯特踩在厚厚的积雪上，靴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他们穿过一片巨大的岩石裂缝，两侧是高耸入云的冰冷石壁，风声在狭窄的通道内回荡，显得愈发凄厉。利伯特仰起头，发出一声惊叹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了呼吸。巨大的冰晶簇拥在洞穴深处，尤拉哈走上前，声音在空旷的冰洞中回荡：“内斯蒂尔特，是我尤拉哈。”随着话音落下，原本沉寂的寒气开始剧烈波动。我还在想，过了这么久，会有哪个不知死活的人类来拜访？内斯蒂尔特从阴影中探出巨大的头颅。我发现你倒是挺合我的胃口，别再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了。内斯蒂尔特缓缓眯起眼睛，发出一声轻叹。小时候还有种可爱的魅力，现在的尤拉哈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大人了。庞大的身躯在光芒中开始收缩，内斯蒂尔特化作一名长发女子的模样。这还是尤拉哈第一次带人来这里吧？利伯特站在尤拉哈身后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。那个人是龙吗？很荣幸见到你。利伯特弯下腰，恭敬地行礼说道。利伯特·索米亚·克罗伊。尤拉哈在一旁介绍道，他是即将成为我妻子的人。内斯蒂尔特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哦，看来你已经跟这孩子提起过我了。是的，是我请求要见您的。内斯蒂尔特俯下身，靠近利伯特，仔细打量着他，说道：“作为一个人类，你确实令人印象深刻，看起来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。我现在更喜欢你了。”利伯特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。”内斯蒂尔特站直身体，语气变得从容。怪不得尤拉哈会向你提起我。那么你想要见我的理由是什么？尤拉哈一直很焦虑，关于他体内混合着的龙之血脉，所以我想亲眼见见您，看看您是一位怎样的人，并且我想在婚礼前向尤拉哈的祖母表达敬意。内斯蒂尔特再次大笑起来，哈哈，没错，你确实很了不起。尤拉哈的父亲当年都没能做到这一点。那么见到我之后，你的印象如何？利伯特看向身边的尤拉哈，在见到您之后，一切都变得清晰了。无论他体内是否混有龙之血脉，事实就是尤拉哈只是尤拉哈。我相信我可以一直信任尤拉哈。尤拉哈愣在原地，脸颊泛起明显的红晕。内斯蒂尔特惊讶地捂住嘴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哎呀，尤拉哈，你这不是被深爱着吗？”尤拉哈慌乱地摆着手辩解道：“不是的，那个，我是说，利伯特，你突然说这种话。”利伯特歪着头看向他，说道：“总之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”内斯蒂尔特闭上眼睛，脸上带着欣慰的笑意，真是一个有趣的孩子，而且还能看到尤拉哈露出这种呆滞的神情，多亏了我这位孙媳妇，让我看了一场好戏。他围绕着利伯特转了一圈。孩子，你是不是偶尔会觉得手上使不出劲，或者手部会不由自主的颤抖？利伯特猛地一惊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他稳住心神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不过最近已经好多了。”内斯蒂尔特握住利伯特的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的身体会发生某种变化，我由衷的希望那是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内斯蒂尔特松开手语气重新变得轻快。原来如此，既然你是特意远道而来看望我的孙媳妇，我要送你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他抬起手，掌心汇聚起耀眼的蓝光，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在光芒中缓缓浮现。内斯蒂尔特微笑着说道：“这是我注入了自己的魔力制作而成的，你们人类称之为龙之泪，对吧？”宝石散发着柔和的气息，缓缓落在利伯特手中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真的可以送给我吗？内斯蒂尔特点头回应道：“你就把它当做是新婚礼物收下吧。多亏了你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利伯特。我一直都在这里，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好奇的事情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下次再见吧。”利伯特环顾四周，轻声感叹道，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尤拉哈，说道：“她是一位非常慈祥的祖母，不是吗？”尤拉哈神情放松了许多。“你一定吓坏了，听到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。”利伯特，我只是以防万一问一下，如果祖母不是个好人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试着信任我了？利伯特停下脚步，陷入了沉思。那难道不应该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吗？尤拉哈猛地愣住，脸上写满了惊讶。
利伯特。利伯特看着他呆滞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哈哈，开玩笑的，我只是在开玩笑。巨大的飞船在夜空中扬起风帆，载着两人缓缓驶离这片神秘的土地。尤拉哈牵着利伯特的手走下台阶，伊泽里斯迎上前来低头行礼：“您回来了。”尤拉哈停下脚步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伊泽里斯神情严肃地汇报：“皇帝陛下的婚礼祝贺使团据说很快就要抵达了，使团的代表分别是克莱恩、西里斯、卡辛内尔伯爵以及凯利克、亨特子爵。”利伯特听到这两个名字，瞳孔猛地收缩。伊泽里斯察觉到了利伯特的异样：“你认识他们吗？”克莱恩伯爵是宰相的儿子，宰相派他们过来，大概是为了试探我在诺德受认可的程度。而随他一同前来的凯利克子爵。尤拉哈感受到了利伯特的恐惧，他眉头紧锁，担忧地注视着他。尤拉哈神情严肃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利伯特，我们先去见见使团吧。”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剧烈颠簸，车轮碾过碎石，发出沉重的声响。在幽暗的林间穿行，凯利克掀开窗帘的一角，望着窗外荒凉的景色，感叹道：“哇，诺德果然很粗犷啊，寒冷贫瘠，而且与怪物的战斗从未停止。真好奇我们亲爱的利伯特公主，在这么冷的地方能不能睡个安稳觉？你不这么认为吗？”克莱恩伯爵。罗斯玛丽猛地停下手中的发刷。克莱恩伯爵和凯利克子爵，婚礼筹备已经够让我忙的了，那个男人为什么非要过来？而且他还是宰相的儿子。利伯特坐在梳妆台前，轻声笑了笑。罗斯玛丽，小声点，会被人听到的。他确实是宰相的儿子，但我们对克莱恩伯爵的为人并不了解，他在社交界一直不怎么活跃，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他的传闻层出不穷。罗斯玛丽皱起眉头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厌恶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我敢肯定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过请别担心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会立刻冲过去。”他猛地发力，手中的木质发刷应声断裂，就像这样把它们全部砸成碎片。利伯特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看着罗斯玛丽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轻轻掩住嘴角，笑声在房间里回荡：“谢谢你，罗斯玛丽。”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室内，罗斯玛丽退后一步，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成果说道：“全部完成了，这身装扮非常适合你，利伯特，你喜欢吗？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打扮过了。”利伯特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罗斯玛丽。”罗斯玛丽显得非常欣慰，照这个进度看，今晚的宴会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利伯特转过身，带着一丝歉意看向罗斯玛丽：“抱歉，你一定为了修理礼服和筹备婚礼忙坏了。”罗斯玛丽摇了摇头：“没关系的，毕竟这就是我的工作。”罗斯玛丽伸手握住门把手，轻轻转动。她回头对利伯特说道：“我现在去把礼服收尾，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叫我。”利伯特微笑着点头：“好的，今晚见。”房门在罗斯玛丽身后轻轻合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利伯特独自留在宽敞的房间内，罗斯玛丽独自站在紧闭的雕花大门前。克莱恩伯爵，他垂下眼帘，目光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他终究还是来了。宏伟的宫廷大厅内，旗帜从高耸的天花板垂落，阳光穿过高窗，在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。皇帝派遣的祝贺使团已经抵达。利伯特站在高处，目光紧锁在下方的身影上。凯利克子爵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他的视线移向凯利克身旁的那个人，那么这一位一定就是克莱恩伯爵了。克莱恩优雅地抚着胸口说道：“皇帝陛下向两位致以诚挚的祝贺，陛下特意叮嘱我们，一定要亲眼见证两位幸福的模样。”尤拉哈看着克莱恩说道：“远道而来辛苦了，距离婚礼仪式还有一些时间，请先好好休息，缓解旅途的疲惫。”利伯特低头看着手中的信件：“婚礼那天，请务必带上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至于那对袖扣，是送给大公阁下的礼物。哦，我真的很想亲眼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介意画一张肖像画寄给我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没有时间，请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我爱你，姐姐，我非常想念你，渴望能见到你。我会再写信给你的。”利伯特闭上双眼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。“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结婚礼物，谢谢你。”克莱恩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凯利克微微低着头看向他，神色显得有些阴郁。“长途跋涉，想必各位已经累了，那么欢迎仪式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晚宴，请各位尽情享受。”晚宴在大厅内正式拉开序幕，宾客们的交谈声此起彼伏。利伯特坐在餐桌前，也许是因为从刚才起就一直紧绷着神经，现在感到精疲力竭，一只手突然附在了利伯特的手背上。“你还好吗，利伯特？”利伯特转过头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回应道：“哦，没什么，只是刚才太紧张了，现在觉得有点累。”尤拉哈体贴地看着他说道：“进去休息吧，这里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。我确实该去休息一下了。”利伯特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你。那么失礼了。”一名侍者走上前问道：“需要我送您回房间吗，公爵夫人？”利伯特停下脚步，轻轻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忙，今天也让负责沐浴的侍从们先退下吧，大家一定都在忙着招待客人。”凯利克坐在阴影处，他微微侧过脸，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利伯特离去的背影。利伯特独自走上铺着红地毯的阶梯，罗斯玛丽不在身边，确实感觉有点寂寞。但在大家都这么忙碌的时候，还要让人来帮我准备沐浴，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好久不见了，不是吗？”利伯特猛地停下脚步，他惊讶地看向阶梯上方，凯利克正站在台阶的高处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。利伯特屏住呼吸，目光中充满了警惕与意外。凯利克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或者说，我现在应该改口称呼您为大公夫人了。”
凯利克子爵，他眉头紧锁，心中满是不悦。虽然早有预感，但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无礼且傲慢，简直不值得理会。利伯特转过身正打算直接离开，凯利克却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利伯特脸色阴沉到了极点，他甩开他的手，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行径。看在宰相的面子上，我会对你至今为止的无礼既往不咎。回到你的座位上去，凯利克子爵。凯利克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，你看起来过得还不错。尤拉哈猛地转过头，愤恨地问道：“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凯利克不紧不慢地回应道：“我只是在好奇，像你这种脾气的人，怎么会表现得如此安静？那位被卖给大公的可怜公主，毕竟你的背后只有那个身为宰相傀儡的皇帝，你那愚蠢的弟弟，那难道不是你的故事吗？”利伯特。利伯特猛地停下脚步，眼神中透出冰冷的寒意。他盯着眼前的男人说道：“我不记得曾允许你直呼我的名字。”凯利克微微一笑，语气轻佻地回应道：“哎呀，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变得亲近，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”他摊开手掌，毕竟我们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如果你嫁给我，我会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东西，夺回你失去的皇帝的宝座。利伯特愣在原地，呼吸微微一滞。凯利克继续说道：“比起那个统治着荒芜之地的公爵，难道我不是更好的选择吗？我是说在很多方面。”他伸出手，指尖轻佻地抚上利伯特的脸颊，将他逼退到墙边。利伯特猛地睁大眼睛，呼吸变得急促，愤怒在眼底剧烈翻涌。他猛地挥动手臂，重重地甩开了凯利克的手。他猛地侧过身，躲开了凯利克的触碰。凯利克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喊道：“利伯特！”利伯特没有回应，他迅速伸手取下墙上的佩剑，长剑瞬间出鞘，冰冷的剑刃直接抵在了凯利克的颈侧。利伯特眼神冰冷地盯着他说道：“够了！如果你继续侮辱皇帝和大公。”他握剑的手微微颤抖，我绝不会再坐视不管。凯利克僵在原地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，拿着一把装饰用的佩剑：“你打算做什么？说起来，你握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但真是奇怪啊。”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：“你的手在发抖。”利伯特的心脏猛地一缩，呼吸变得紊乱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稳稳地附在了利伯特的手背上。没必要对这种人拔剑。利比，尤拉哈稳稳地扶住利伯特的肩膀：“我会当作没听到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任何对话，所以请你现在立刻离开。在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流血事件。”凯利克整了整衣襟，微微欠身行礼道：“向您致意，大公阁下，我们只是太久没见，所以叙了叙旧而已。或许是久别重逢的欢迎仪式，稍微有些过火了。不过看起来倒更像是利伯特反应过度了。”尤拉哈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：“哈，如果你再这样打2次招呼，恐怕会被认为是在策划谋反。”他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向陛下上报刚才听到的内容，所以请你回去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用言语解决问题。尤拉哈转过头，轻声对怀中的利伯特说道：“去休息吧，利比。”利伯特低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凯利克看这两人亲昵的样子，遗憾地耸了耸肩说道：“真是可惜，我还想和利伯特多聊一会儿。那么，请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我会一直等着的。”尤拉哈将利伯特紧紧护在怀里。利伯特双手捧着茶杯，碧绿的茶汤倒映出他略显疲惫的面容。他身上披着尤拉哈亲手为他披上的外套，手里握着他特意准备的热茶。他闭上眼睛，心中暗自思忖。先不说这种被过度保护的感觉有多尴尬，尤拉哈从刚才开始到底是怎么了？利伯特看着跪坐在地毯上的尤拉哈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请快点起来吧。尤拉哈低着头，周身散发着消沉的气息。真的很抱歉，我并不是因为不信任你才出面干预的，我的身体只是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，所以请千万不要误会利伯特。利伯特露出温柔的微笑，回应道：“我知道，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应该道歉的人是我，竟然让你看到了我那么狼狈的一面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该被那种挑衅轻易激怒的。如果尤里没有阻止我，我可能真的会砍下那个男人的脑袋。”尤拉哈淡笑2声，有些局促地说道：“哈哈，请不要开这种玩笑。”他猛地抬起头，满脸惊讶地问道：“哎，尤里，你刚才是在叫我尤里吗？”利伯特转过头，避开他的视线：“你刚才不也叫我利比了吗？我以前从未被人叫过昵称，这种感觉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。”尤拉哈愣在原地，脸颊瞬间泛起红晕。“那是不是意味着从现在起我可以一直那样称呼你？”利伯特侧过头看向他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，回应道：“其实我更希望你能这么做，可以吗？”尤里猛地睁大眼睛，脸颊泛起明显的红晕。当然可以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温柔而坚定。“那么以后请多指教了，利比。”彼此有礼。深红色的酒液倾泻而下，撞击在透明的杯壁上，发出一阵细碎的声响。凯利克满脸阴鸷地盯着前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父亲不是已经说服了那个傀儡皇帝，要强行推进这件事吗？那场婚约到底怎么回事？而且，你看起来对皇位也根本不感兴趣。他仰起头，将杯中的酒液一饮而尽。凯利克斜过眼，余光扫向房间的另一侧。“你倒是说点什么呀？”克莱恩正静静地坐在扶手椅上，手中捧着一本书，神情冷淡而专注。凯利克见对方毫无反应，愤怒地拔高了音量：“克莱恩，